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自身为剑，练习至纯剑意。每天不是看蚂蚁，就是盯着树叶发呆。久而久之，我便成为了宗门之中的异类，所有人都对我避而远之。叔叔，他在干嘛？小妖，这是你的二师兄剑一，以后你在这剑锋离他远一点。我怎么没听说过雾山主有2个徒弟？剑一是个凡人，不能修炼，你自然没有听过。值，太值了！这片竹叶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好的剑，此剑一旦成型，可以借风而起，破掉往生峡谷，直指北。小瑶还不快拜见你师父？月瑶拜见师尊。师弟见笑了，我这地方有些破落。徒儿拜见师父。剑一女大师姐呢？师姐半年前去参加宗门大比了。你怎么没去？我没有灵根，不给师姐添麻烦。1年不见，为师试试你的修为。你不要过来啊！还有半月就要测历，我在望山城里有座酒楼，你去那里当个掌柜吧。剑一入山8年，还是感受不到他体内有任何灵气。木青师已经放弃了，不想让剑一继续在这山上浪费光阴。月阳，你过来。哎，居然是天生剑体。玩而不屈，好剑。人王，误会，出于欣赏，没别的意思。剑之一道最基础的就是气，然后是意，在剑气中融入自己领悟的意，便能10倍100倍的提升威力。理解看好。狗屁剑气，误人子弟。喂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教的不好，还不让人说。小兔崽，看老娘今天不打断你的腿！还想跑？师傅，师兄不会被你打死了吧？算了，反正这小子也没几天了。万道宗号称有万般道法，有32000峰，但是真正撑起万道宗威名的是那些排名前10的山峰，而剑锋当前排名第8，全靠木青师一人便撑起了这个排名。小瑶，咱们剑锋只有一条规矩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提剑砍人。你要是打不过，就找你大师姐；你大师姐打不过，就来找为师。师傅，那二师兄呢？别提那赔钱货，看到他就来气。小友，你在看什么？看月亮。别看了，我是来求剑的。前辈说笑了，你修为至少摘心境，找我一凡人求剑，您老找错人了。你可是在为测灵的事担心。万道山开宗时就立下了规矩，不管是谁8年不筑基就赶下山，而剑一上山已快8年，至今还没练气，就连隔壁峰那条狗都是练气期了，更何况剑一还是剑锋弟子。我在这里生活了8年，的确有些舍不得。我在万道宗还算说得上话，要不……别了，我可不想你被人指着脊梁骨骂。你小子的剑境又提高了，这叫什么剑？这叫人剑，照着我小师妹的模样画的。你小师妹知道她在你眼里长这个样吗？你就是白仙的师弟吧？白仙在宗门大比受了重伤，你去认了一下。老头，不招待你了，我去接师姐。哼，老人家，你有看到我师兄吗？你是那小子新来的师妹。跟我走吧，带你去看热闹。此时的白星伤得很重，身上满是灰尘，他面色苍白，眼中带着杀机，看向广场上的青年。那姓秦的有什么好嚣张的？是用外力而已。醒了吗？也好，你师弟快到了，他会接你回去。我还没输。师姐说了就是输了，输给秦师兄不丢脸。不愧是苍蓝风鬼刀，好霸道的刀意，
若再无人上台，本届执法堂堂主将由秦霄担任。长老的话音刚落，一声清脆的剑鸣突然在天地间响起。广场中间的秦霄陡然感到一丝心悸，这种感觉犹如被野兽盯上，下一刻便会被扑上来撕咬。有老周想害我。是什么人？你师弟来了。白星看向剑一，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。这个师弟给他的印象就是傻，从上山那天起，不是傻傻的看蚂蚁，就是在傻傻的看树叶。有时候盯着一条死鱼，他能看上一整天。后来白星结丹后，开始不断外出执行宗门任务，也就没有闲心关注这个师弟了。阁下是何人？为何偷袭秦霄？剑锋剑一，特来挑战本届执法堂堂主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。美女师傅却以为我是无法修炼的凡人，打算彻底放弃了我。然而令我师傅没想到的是，为了帮世界讨回公道，我即将以凡人之躯挑战整个仙道宗门。我上山8年，共修有8道剑术，请赐教。宗门大比已经结束，想要挑战改天吧。第一剑断念。要为我要一方。赵长老，你身为元婴大修，对我剑锋凡体出手，你就不怕家师一剑砍了你？第二剑血杀。老人家，快救救我师兄！救他干啥？我还没看够。我操！是血杀剑，以自身为剑，不带丝毫灵气，纯到极致的剑意。出了第二剑后，剑一就放下了手。赵括的刀气在他脸上划过一片血迹，而远处赵括被一把血剑定住了灵台。这血剑若是再进一步，便可刺破他灵台，洞穿元婴，所以他不得不散掉刀气。少年都是同门，各退一步，如何？我师姐越阶杀敌如吃饭喝水，怎么可能败给这？他们针对白师姐，这死老头还在比赛途中对师姐出手。哎，我没事，还没事，脸都花了。你们如此做事，真当我剑锋无忍？够，此事到此为止吧。第三剑风起。这是什么可怕的剑？小子，赶紧住手！好强的剑意，竟然在借天地大事。是道义师兄，道义师兄不会又惹祸了吧？少管闲事，多发财，假装不知道。对了，上次给你介绍那个道侣怎么样？两人一直聊到深夜鸡鸣，等到霍香离开后，穆青师才发现月瑶还没回来。他正要出门寻找，天边一抹流光疾行而来，却是霍香去而复返。青师，快去百慕殿，你突然惹祸了。不会是白歆在宗门大比打死人了吧？青师拜见掌门师兄。巧师妹，你可真是教了一个好徒弟啊！掌门师兄，我家白歆年纪尚小，下手并无分寸，还望师兄明察。先看看下面跪的是谁吧。是你小子。此时的穆青师震惊10000年，这小子什么时候和道一混在一起了？而且一个无法练气的小子能闯什么祸？掌门师兄，这发生了什么？是不是抓错人了？道一，你可知错？堂堂长老各大长老执掌万道宗刑法，竟然故意破坏宗门大比公平。我自有我的考量，我执掌长老堂，难道还不能搞点小动作了？好贼，枉费老子与你兄弟相称，你竟然坑害我师姐，老子打死你！还有你个小混蛋，你装什么委屈？你知道那一剑伤了多少空脉？1万多弟子轻伤，3个长老重伤，天书广场那可是万道宗的瑰宝，就这么被你切水了一半，你现在还敢逞胜？哪里？此时的穆青师再次震惊10000年，默默地低头看向剑一的小身板。这小子能干出来这么人神共愤的事？道一，你先说为什么要坑害白歆？这小子正日窝在山里跟我吹牛，说什么他有一剑能从青山斩北原，我让他斩给我看，他又推脱脱的，所以就坑了他师姐一把。我让他藏着掖着。就只是这样？
这不是快到测龄了吗？吹牛那么厉害，还不是练不了气？你想要保下他？老夫只是觉着规矩太过死板，如此见彩太过可惜。陆青山陷入了沉思，以凡人之身，一剑斩上万弟子，重伤3个元婴期长老，这何止是见财，这是他万古也不曾见过的妖孽。可就是这样的妖孽，竟然没有灵根，任他如何经验100年之后，也会化作黄土，的确可惜。关于剑一测灵的事，半个月后再行讨论吧。你俩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不能不罚，都他妈的给我去监狱里关禁闭。穆青是猛猛的来，又猛猛的回去了。刚到小院，就看到了一脸担心的白歆。师父师弟呢？你师弟啊，坐牢去了。师父，你一定要救救师弟呀，他都是为了帮我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不对，师父怎么了？月瑶从昨夜出门就没有回来，当时是找剑意来着，就他那炼气修为，该不会在混乱中被打死了吧？乖徒儿，你先养伤，我去找找你师妹。师弟没了，所以师父又收了个师妹。我是宗门内唯一没有灵根的凡人，却能一剑斩伤数万名弟子和长老，只因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。我的美女师父更是震惊的连话都说不出口，而我最终也因为闯下大祸，被掌门罚到监狱面壁思过。万道山剑狱其深不可见底，1000年前北元魔尊杀到了监狱，是要入监狱一探究竟，结果这一进去就没有再出来。就一树洞而已。你没有灵根，生命不过100年，不该浪费光阴。谁说没有灵根就不能自己造？你小子脑袋没有被驴踢过吧？剑一也觉得自己这辈子恐怕无法提升了，直到看到了月瑶，看到了月瑶体内的剑，只要能移植一把可以感受灵气的剑进入体内，他也是先天剑体。这个疯狂的想法一旦生成，就再也挥之不去了。而现在缺的就是一把灵剑。这家伙倒是收藏了不少好剑，那些好剑在他手里简直是浪费。小子，你这猥琐的眼神是什么鬼？你小子不讲武德。虽然剑一被关进了剑狱，但他在万道宗的影响却是越演越烈。凡人一剑砍万人这事太过魔幻，除了那些被砍的人，其他没有人相信。于是有许多人下战书，想要挑战剑一。这是我师兄叶战天的战书，邀你师弟天书广场一战。你呢？也是来送战书的？不是战书，是情书。哪里？这也是给我二师兄的吗？我大哥说了，这是给你师傅的。师父，我和瑶瑶回避一下。啊，都别走，我有些紧张，你帮我打开看看。至爱青师，我不要待在剑狱，我要下山，你找掌门求求情。看老娘今天不劈了他！好劲爆！二师兄给师父写情书。别看了，这监狱开设以来，还从没有书信能寄出去。本大爷每日都要被抓进来几年，还没见过进来了能提前出去的。大哥，他在向你比国际手势，省不了一点，教教他本大爷的规矩。耀哥，这小子是个凡人，我这一棍下去，怕是要直接原地升天了。真晦气！我若炼气，可斩化神；若是筑基，摘星腿也给你卸了。你要卸谁的腿？给我一个让你出去的理由。挨打要还手，这可是你教我的。那些弟子真的是你打伤的？他俩说的啥？不知道，不过外面这妞挺漂亮的。问小妞，进来陪耀哥耍耍。牛逼！混蛋！我爹是百花峰宗主，你敢如此对我？还想下山，想屁吃了？你不让我下山，我就杀出去。小子，你别冲动，那可是判哪儿啊！我去给你求情。曹贼，你自身都难保，忽悠谁呢？师傅，徒儿上山8年，从没求过你什么，你也没怎么管过徒儿，徒儿就求你这一次。唉，羽绒师傅去找掌门师兄求求情。这一天，穆青师提剑上了百木殿，
和掌门陆青山干了一架。求情是不可能求情的，哪有让可爱的小师妹去求大师兄的道路？最终还是太上长老出关，才拉住了两人。剑一也顺利喜提刑满释放。二师兄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！大早上站在这里吹啥冷风？生锈了怎么办？师兄是在关心我，只是这关心好特别。师弟，你别欺负小师妹。师姐，你伤怎么样了？已经无碍，多谢师弟了。那师姐能不能借我一点能使？哪里？小师妹，你慌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钱。小妖你不是有8件吗？剩下5件是什么？这种机密怎么可能随便拿出来说？得看缘分。我只想知道第8件，我有宝贝和你换。天下10大名剑，天魔和寒光，你选一把。剑你收回去吧，破铜烂铁。嘿，他还不服气。寒光剑在名剑榜排名第2，老夫当时为了抢这把剑，被人追杀3000多里，鞋都跑丢了。算了，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第8件吧。此剑还未命名，剑若成，随风而动，亦如扁舟，藏于山川。伟大吗？可从青山斩北原。北原距离这里何止1000万里，摘星强者全力飞行都需半年，这牛皮吹得有点大了。怎么样，查出伤势了吗？整个人呼吸平稳，静态也正常，可就是醒不来，这简直是修真界诡异事件。峰主要不上剑锋找剑医治，他下了手，一定有解决办法。也日你派人将萧儿扔到剑锋上去，救不救，全凭剑锋做主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也是宗门之中的异类。因为我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凡人，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我随意一剑，就让苍兰峰首席弟子昏迷不醒。就算用尽所有手段，也无法找到原因。于是他们决定直接赶干，把人抬上了剑锋。就扔这里吧。师姐，他们这是干啥？恐怕是想和我们赌命了。岳阳，你二师兄人呢？二师兄一早就去看入门试炼了，只是剑锋人太少，他去给师父物色几个好弟子。小女子华玉秀见过叶白剑仙。我来只有一事，最近传闻剑锋有一少年凭凡人剑逆斩元婴，是否为真？千真万确，因为太过惊世骇俗，整个大秦皇朝都惊动了。三皇子正在南下，想要上万道山比剑。既然是真的，此时的秦萧生机已经出现衰弱，正在穆青氏担心这家伙会不会死在剑锋时，忽然感受到了一惊天剑意正在接近剑锋。叶白请见莫道友。有趣，真是有趣。别老人。你是摘星镜。姓陆的有人欺负我，你死哪去了？好像玩的有点大了，若是处理不好，恐怕今日走不出万道宗。此人神仙难救，心念已断，行尸走肉罢了。剑仙叶白，你是不是做的太过火了？闲来手痒，便试试穆道友的剑。你来我万道宗做什么？看一看那个使剑的凡人，若是当真如传闻那样，我认为穆道友救不了此人，天下唯我可以。剑意没有灵根，叶剑仙可有方法让他踏上修行一途？虽无法让他修炼，但我能让他这100年极致璀璨。瑶瑶，你没事吧？不是应该先拜见师父和掌门吗？二师兄是不是对自己意图不轨？师兄，我没事。从剑一落地之时，叶白目光就没有离开他，在他眼里，这个少年平平无奇，让他有些怀疑传闻真假。小子向我出剑，你会死的。之前剑一说自己若炼气可斩化神，若筑基可斩摘星，现在他想补充一句，若是那个人站着不动让他砍，无需筑基照样斩摘星。出剑吧，我倒是看看
你如何让我死？剑意猛地拿出寒光，一剑斩出，没有剑气，也没有剑意，仿佛凡人随意一挥。但是叶白身形瞬间暴退，一种极致的危险感萦绕心间。他神识刹那覆盖整个剑锋，但是却什么也感受不到。这是什么剑？弱者，挡住了我再告诉你。说叶白剑仙是弱者。这臭小子，别人不还手，也不能这样，真当摘星没提起了。叶白已经被逼退到山腰，原本波澜不惊的脸上满是震撼。他正要喊停，只感觉心神一颤。这一刻，他感觉自己似乎死了，眼前一个死神正向他招手。不对，醒来。不错，资质上层。你还有一剑，请出手。我还有7剑，但凭什么给你看？哪凉快哪待着去。阁下剑法精妙绝伦，叶白请求拜阁下为师。叶剑仙剑意修为浅薄，你这……叶白拜见师祖。我可受不了你，你别乱喊，把我师父喊老了。师父若是不收徒儿，徒儿便长跪不起。师父有没有为小师姑报仇？陆青山对洛无极说了一遍剑锋情况，便离开了。洛无极低头沉思，他对剑一越来越好奇了。系统，你说，若是鬼影闪对上他那招断念，谁胜谁负？宿主不要怀疑，你是最强的。鬼影闪打不过我，这里还有一招更强的，一刀流居合。的确是下错心了。我有系统半生，这世上谁能比我强？更何况剑一还是个不能修炼的凡人。缺灵石啊！要买够栽种灵根药材，至少还需上百万。最重要的是差一把可以当做灵根的剑。寒光虽好，但是不适合。徒儿深夜来访，可是有事？师父白天的一剑，徒儿有些不明白的地方。乖徒儿，既然灵气和神识都无法察觉，就用心去感受。你若能救活他，便能悟透那一剑。哦，师父，我悟了。发财了！200万上品灵石，若是做彩礼，我能娶10个师姐，100个师傅。你小子皮又痒了是不是？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人，就连世间公认的绝世剑仙都求着拜我为师，可我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100年之后终将化为一杯黄土。所以不甘心的我，在下山之前有了一个疯狂的计划。无法修行，寿命短暂，即便再强也不过流星惊鸿一瞥，不能再等了。我现在就需要一把配得上我的剑。徒儿，随为师去取一把剑。取什么剑？我若没猜错的话，剑域应该关着一把剑，一把能与月瑶媲美的绝世利剑。是谁他妈的在搞事？是谁在闯监狱？是剑仙叶白。系统，你说以刀流居合能不能破他的剑狱？宿主不要怀疑，你是最强的，敢就完事了。洛无极在第2层就看到了叶白，此时这个世人敬仰的剑仙竟然在欺负2个筑基修士。耀哥和老刘跪在地上，浑身颤抖。上次2人刚被穆青氏打了一遍，伤都还没好，那个男人竟然又带着帮手回来了。放开我！我爹是百花峰主，等我出去用1万种方法弄死你！这里禁止通行，想要在万道宗为所欲为，摘星修为还不够。我断好求之术。真是人比人气死人，别人满属性，而自己一个都没有。好剑法我去，洛无极别怂呀！我操！叶白看他归得。若有人下来帮我挡一下，只需半个时辰，我没回来的话，烦请去剑锋报一下丧。前方禁止通行。我需要一把剑。那把剑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之前在洞外，然后来了洞底。你说我现在属于洞外还是洞里？所以剑既然在这个世界，便属于这个世界。小女孩埋头想着措辞，2只眼睛变成了圈圈。
他感觉被难住了。就在小女孩冥思苦想之际，剑锋也迎来了几位不速之客。老师，你说，若是剑一知道陛下为我和白歆赐婚，他会作何感想？杀人莫过诛心，他一介废物，能有何感想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擅闯剑锋？小丫头告诉你家师傅，等他回来，让他来百慕殿面见三皇子。你不讲道理，说不过就动手。在这里，我的道理就是道理。时间越久，剑意心里越着急。叶白与道一拖不了多久，很快其他方的高手便会赶来。以后有了防备，再想谋划这把剑将会更加困难。拼了！第4剑山河。混蛋，你不讲武德！剑意顾不上小女孩的吐槽，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了一个深不见底深潭里。潭水冰凉刺骨，越往下温度越低，只不过前下数十米就已经感觉浑身冰凉，意识消散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我必死无疑。剑一断念。剑一再次出剑，这次却是斩向自身，断念专斩心神，可让人意识陷入沉睡，身体休眠。休眠后的身体对空气的消耗会减少，这样可以让身体多活片刻。不知雪妖大人与三皇子光临，有失远迎。雪妖是大秦皇朝4大镇国神帅之一，而大秦也并不是普通王朝，其幅员辽阔，人口100亿，修为通天之辈数不胜数。皇室更是掌握了龙气修炼之法，极其强大。这些年万道宗虽坐镇南疆，超脱世外，可终究地处大秦境内。陆掌门冒昧来访，多有打扰。陆掌门，我父王在京都听闻白歆精彩绝艳，特为我与白姑娘赐婚，还望掌门应允。还有陛下知万道宗镇守南疆不易，特派冷少率部进入夜郎城，与万道宗共抗妖兽。陆青山脸色彻底冷了下来。雪妖与冷少同时出动2尊镇国神帅，这是在威慑万道宗。如果他不答应这桩婚事，恐怕接下来便是大兵压境。若是答应，便代表万道宗服软，任由大秦拿捏。白歆是我师妹弟子，还需和他商议。掌门不好了，有人强闯监狱。赐婚之事容后再议，两位没事请回吧，我需要处理些事。等到陆青山赶到监狱的时候，叶白已经被降服，一大堆封主和长老将他围在中间。他没有停留，直接来到第10层。掌门好啊，今天天气真不错啊。他一个小辈就算了，以身为长老阁首座，怎么也一起胡闹？掌门，这次算我求你了，就一次，我以行堂首座职位担保，让他去取那把剑，可好？你知道，如果那把剑泼出监狱，将会造成何种后果？若是邪剑作乱，身为长老阁首座，当以性命镇压。好好好，你们都反了天了，我倒要看看他一介凡人能有多大能耐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也是宗门中所有人避而远之的异类。只因为我是没有灵根无法修炼的凡人，所以为了获得绝世灵根，我制定了一个疯狂的计划，却没想到差点让自己坠落无尽深渊。无相剑，此剑剑身笔直，剑刃藏锋，剑柄曲折修长，刻有无相2字，的确是一把举世无双的好剑。不对，这剑身上有7个空洞，原本应该镶嵌着7颗宝石才对。若是寻回这7颗宝石，这把剑比越摇更好。剑意眼中满是欣喜，若是得到这把剑，假以时日，很难想象自己多强。就在此时，剑意脑海仿佛有无数个声音在催促他拔掉这些束缚长剑的锁链。这个声音无法抗拒，带着强烈的诱惑。别急，我现在就放你出来。呸！什么废物，你威呀！一个漆黑灵体从剑柄显现，猩红的眼中带着怒意。他被关在这个深渊太久，渴望着重见天日，而今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有缘人，结果连这些铁锁都拔不动。他感觉剑一在引他。既然要将这把剑融入体内当作灵根，这个剑灵便留不住。剑一断念。剑灵错愕地看着站在原地发愣的剑一，有些不明所以。没有灵气，没有剑意，就只是荡起了一阵风。还以为来了个高手，原来是个凡人。看着剑意猥琐的笑容，他突然涌起一阵心悸，没由来的感觉到了极致危险，但此时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。此剑无声无息，专斩心念，
更是灵体的克星。秦师听说秦萧还讨在你剑锋呢，你可要当心，人没了，秦霜找你拼命。怕什么？到时将我那二徒弟送与他抵命就是了。哪里？想想，你看我美吗？美的确是美的，就是一把年纪了，还嫁不出去。臭娘们，你有本事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操！美师傅最好看了。哼！师叔，你徒弟犯事，掌门让你赶紧回去，说是再出问题，他就生了你的头盖骨。今天谁也别拦我，就让人回去砍了他。我既是百花凤凤主，你能不能一直这样对我？万道山剑域深不见底的寒潭口，一群人面色各异的守在水边。穆青师脸上带着愠怒，心里却是在盘算着怎么开脱。秦师一话，等那孽障出来，你就趴在掌门脚边痛哭，就说你含辛茹苦的将这孩子拉扯大，如此之不容易。放心，我自会在一旁为你列阵。白星眼中带着担忧，他自然听到了师父和师叔的打算，可那是师弟能活着出来的方案。他虽然不知道这寒潭底关了什么，但是看那些长老们戒备的眼神，便明白其中有多凶险。我等不了了，此剑灵凶厉，又岂会认一个凡人为主？师妹，冷静点。我这暴脾气，让老娘去将他揪出来。领导您。青师是这个吗？不是我再下去了。你没遇到吸灵气的黑洞？黑洞什么黑洞？老娘倒是有个吸精气的黑洞，你要看不？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。此事无论如何，你剑锋必须有个交代。若不是萧儿还没救活，今天老夫便要了这孽畜的命。剑一刚刚醒来，他抬手摸了摸身体，触手带着丝丝冰凉。那日众人只觉他并未取到无相剑，殊不知无相剑早已被他融入脊柱，塑造成了剑骨，体内无相剑气扩散，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他每一寸肌肤。而且剑身上7个黑洞正在自主吸收着灵气，他有预感，当无相剑吸收到足够多的灵气后，强大的剑气将会直接撕裂这具身躯。该死，为什么月瑶的剑骨会自主滋养，而我的却是摧毁？师兄，吃药了。小瑶，快过来，让师兄给你检查检查身体。哎，师兄，我才13岁，你不能这样。灵药，我现在需要寻找灵药修补不断破碎的身体，以此达到与无相剑的平衡。温暖的阳光洒在剑意脸上，如同破碎散落的剑气，剑锋很静，只有些蝉鸣。喜欢害羞的月瑶不知躲去了哪里。叶白蹲坐在秦霄身边，脸上带着沉思，如同一个木偶。更远处，白星在小道上舞剑，一切看起来宁静而美好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原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自身为剑，将镇压在剑域1000年的邪剑融入己身，当作剑骨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剑骨不仅没有自主滋养，反而时时刻刻在摧毁我的身体。这一刻，剑成，剑意轻轻放手，微风卷动竹叶在空中舞动，竹叶飘荡顺山而下，掉落在山脚小溪里，随着水流飘荡，如同一叶扁舟。这一剑他算计多年，如今展出，心底总算松了一口气。这竹叶倒是有些像傻小子怀里那片，这哪是什么绝世利剑，定是那小子又扯谎骗我。刀斩肉身，心斩灵魂，我那一剑斩的是他心念，突剑无痕，心念所达便是剑锋，剑锋所至摧心灭欲断情。随着这一指点下，秦霄双眼突然睁开，双眸却是没有神采，充斥着厌世的感觉，如同躺平等死的得道高僧。叶白似有所悟，再次陷入沉思，剑一转身负手缓缓往山下而去。我出去走走，你若有所得便用他试剑，千万别弄死，弄死了我师父不好交代。师弟你去哪里？师父让你就在剑锋带着养伤。我去山下溪水里洗把脸，马上就回来。修补不断破碎的身体，需要大量的灵石购买灵药，灵石根本不够用啊！看来只能去任务店接宗门任务刷灵石了。长老，我领个任务。万道宗弟子试炼任务分为1级到5级，分别的已修行了5大境界，领取任务需要对应修为。你一个凡人瞎凑啥热闹？
就没有不限制修为的任务？好像还真有一个，你自己看。守望山疑似有北人魔修作乱，需派人前往调查。之前有没有不限制修为的任务？第一次见到，算你运气好。什么狗屁运气好？我敢肯定，这个任务100%是冲着我来的。看来是有些人知道自己不是废材，忍不住了。殿下，任务被接取了。很好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他。倒是有很久没见到我这表弟了。山间建议走走停停，没有修为无法御剑，自然快不起来。剑锋距离望天城不远，可那是御剑的情况，若是不行，怎么也得走个10天半月。他走到哪里了？回禀殿下，走到百花峰的玫瑰林了。半个月了，足足半个月，这混蛋还没有走出万道山。按这速度，从剑锋走到守望山，他是我安排的那个魔修，早都他妈老死了。百花峰上，建议抬手将漂亮的玫瑰花朵摘下，扔在一旁，双眼痴迷地盯着树藤上倒刺。他只觉得这倒刺太美了，那优美的弧度简直让人痴迷。这一看不禁就是数日才继续动身。而此时剑锋上告状的人一波接着一波。母亲是你管不管你徒弟？他路过我枫玫瑰林，把花朵全霍霍了，只留下一排排光柱子。吴老虎，你要出来陪我接岳峰的万年迎客松。醒悟了，我封将军爷今天必须要有个交代。什么混账把鱼肉全刮了，亲上鱼刺了。各位长老，我师父昨日闭关了，还请各位长老多多担待。怎么担待？是祸害孤境，片草不留。我师父做事自有他的考量，各位在此胡搅蛮缠，是觉得叶某的剑不锋利吧？叶白，这里是万道山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咱有理，咱还怕你不成？道理，我叶白的剑就是道理。白皙师伯，你让开些，一会儿血溅你身上。剑一并不知道，因为自己剑锋已经乱作一团，因为他此时已经到达了魔修作乱地守望山。要说为什么这么快，因为掌门陆青山实在受不了这家伙在宗门继续霍霍，于是亲自御剑相送，把这瘟神送到了守望山。老丈，开门呀！我是山上来的仙人。什么山上来的仙人？明明是走路来的，刚我还看到你扶着门口老槐树喘气来着。这山里果然有妖孽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人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自身为引，融入至邪之剑。而我为了修补不断被邪剑破碎的身体，只能接取宗门任务寻找灵药，却没想到遇见了送上门的替罪羊。这位小公子，你们村最近可有什么事情发生？这位姑娘，烦请让路，我是万道山下来的仙人，是来查邪修作乱的。怎么样，万道山来的小仙人，你查出了些什么？哼，不会吧，不会啥都没查出来吧？你瞅我干啥？你不会是找不到邪修，想要抓我冒充吧？没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邪修躲起来了，这样找太浪费时间，不如抓个现成。我可告诉你，我是洪峰谷修士，也是出来查邪修的。而且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想要对我动手，可真是笑死我了。第4剑，山河。快，实在太快了，红柳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剑一的双指已经抵住在了红柳眉心。更诡异的是，凭他结丹中期的修为，竟然没有看到对方出剑，就连灵气也没有一丝外溢。你要干嘛？我可是洪峰谷修士。不，从现在起，你是北原来的魔修，你藏在守望山，通过美貌勾引年轻村民和路过修士，吸食他们血液修炼。你在偷袭我的过程中被我制服，来，在我脖子上再咬一口，这样显得真实些。无耻混蛋，你逼良为娼！就在两人友好商讨间，村子浮起了一层层浓雾，雾气很快就遮挡了整座村庄。零星的小村房屋在雾气中显得有些飘渺，空气中有浓烈的血腥味传来。这血腥味是从对面村挑来的，那个邪修出手了，你去把他抓过来。要是没抓住，我还是会拿你充气。你给我等着！建议看着红柳离去，缓步向着对面村走去，指望一个金丹期拿下邪修，明显不切实际，还得亲自走一遭。而且这雾气怎么看都是陷阱来着，还得让红柳先去试探一番。红柳和邪修两人打得有来有回，走过之处树木尽数炸裂，房屋倒塌，一时间竟然僵持住。而建议背身站在山顶看向远方，神情呆滞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快来帮我，这邪修太过厉害！小妞，这就是你的帮手，没有修为还神情呆傻，你是在逗我玩吗？不对，那个村子有问题。
这小子演我。在远处山峦间，万道宗圣子洛无极颇为凝重地看着那道跑动的身影。他竟然真的没有修为。系统检测剑意的气运值。检测完毕，人族剑一，抱歉，天道气运1000万，当前气运值负1000万。什么鬼？气运还有负数呢？这是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，才会欠这么多气运？我也目击呀。系统，你说他以后要是渡劫时，天道会不会劈死他？系统陷入了沉默。按理说，气运越低，天道越是不喜，雷罚便会越恐怖。可这种负数的，若真是劈死了，欠下的气运谁来还？这是个悖论。算了，机会难得，还是先去看看那小子的剑吧。鬼阴山，累死我了！等我有钱了，一定要找4个化神抬轿子，再娶10个像师姐那样的媳妇。剑意走进了屋内，里面蛛网密布，不见丝毫生机。换了户人家，里面同样一片破败。刚才前来查看时，可明显是感受到村里有人的。剑3风起，剑4伤。利剑劈下，土石纷飞，地动山摇，整个村庄一片狼藉，唯有村口那棵老槐树屹立不倒。找到你了！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人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自身为引，融入至邪之剑。而就在刚刚，为了寻找灵药修补不断被邪剑破碎的身体，我接取了宗门查看邪修作乱的任务，却没想到遇到了诡异的事情。找到你了！这个邪修的手段当真诡异，果然天下之大，还得多出来见见世面。远处的洛无极神色有些怪异地看着剑一，因为这村子好像没有邪修，而是处在了恶殍鬼窟地界，这是境地诡异作祟。他这是打算硬刚进去吗？系统，我真的打得过他吗？请宿主不要怀疑，你是最强的。就在这时，下方剑一猛然抬起头向这边看来，双眼中杀机闪烁，苍白的脸上爬起狰狞笑容。瞬间洛无极只感觉汗毛炸起，如同被疯狗盯上的可怜小金毛。是地冷街啊，我是主峰洛无极啊。剑2血杀，一刀流居合，我操，挡不住！洛无极剑才抬起，招还未发，血剑已经洞穿了他的胸口，直直的从空中掉了下来。而此时剑一半跪着缓了2口气，他体力耗费极大，因为体内无相剑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的神经。之前我认为灵根就是剑骨，直到将无相剑融入体内后才知道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我要找到那个黑影，一刀一刀剖开，亲眼看一看究竟什么是灵根。洛无极砸落在林间，一口鲜血猛地喷出。相比于身体的伤，他的道心更是受损严重。从系统觉醒以来，他何时败得如此彻底？还有，捡到一个结丹器。算修理善良，见过仙山万道术手。你认识我？那是当然，兄台乃是万道山掌门首徒，传闻精通万道，无所不会。只是不知月这房中之术是否精通？你想干嘛？你不要过来啊！系统救命啊！你他妈倒是应一声呀！这个时候给我装死！杂草深处，躲在树后的红柳凝眉看向这边，旁边还站着一个男子，这是前来支援他的师兄江夜。两人合力斩杀那个邪修后往这边赶来，却是见到了这一幕离谱画面。师妹好像是万道山的洛师兄，他似乎需要我们帮助。帮啥帮又没出啥人命，我等先暗中观察此贼人的手段，再做计较。那贼人的手段是能看的吗？看了眼睛还洗得干净吗？这还是我的师妹吗？混蛋，放开那个男人，他是我。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，看起来似乎还是个病秧子。很像，目标确定。狗贼，这下落我手里了吧？师傅，我练气7层了，接下来为师传你恶心剑法，你可要好好修炼，这可是为师的不传之秘。剑到大成，可摘星斩月，所向披靡。
比二师兄的剑还厉害吗？那是当然，你二师兄的剑是凡人剑，狗都不选。哦，师傅，我悟了呀！我操！师傅果然没有说错，他若练气，真可斩化神。师妹，你二徒弟被洪峰谷扣下，说是让你带着诚意去赎人。赎人赎什么人？我家月要乖着呢。怪哉，此次初看似乎是先天剑体，但哪有剑体直斩自身的？他这一身伤全是体内剑骨所致。他似乎将一把灵剑融进了体内，可这也不对，他气海空空，即便是我等大修将一把灵剑融入体内，也会被剑气侵蚀毙命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姐，我听说你抢了的男人在哪儿呢？让我看看，怎么是个凡人？凡人又如何？我若能动，揍你10个。脾气还不小，就这副快断气的样子，拿得动剑吗？小洛，你离他远点，你别看这小子是个凡人，可凶着呢。我是没有灵根无法修炼的凡人，却能一剑斩伤携带系统金手指的穿越者。只因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而我也因为剑意使用过度，最终昏迷了过去。没想到醒来之后，竟发现被扣押在了洪峰。这痴傻小子，不会砸手里了吧？剑修少术呢，还出了些什么名堂？你看这树叶美吗？剑修，世上最美的事物就在你身边，你却整日盯着一片枫叶。啊！红粉骷髅罢了，每日在我眼前晃荡，甚是碍眼。哪里？剑修说我姐是红粉骷髅，殊不知你倾慕的也不过是片枯叶而已。你抬眼看他，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。我便在此看他实息，你且看我是不是两眼空空。剑兄，你脸红了。洛兄不用激我心境平稳，毫无律动，怎会脸红？欺人太甚，当着我的面说我是红粉骷髅，我他妈一张绝世脸蛋，你看不见开了透视，钻探皮下的头盖骨是吧？既然你师父不来赎你，你就给我去打工赚钱还债，天天窝在我住处吃白食，还敢颠盘我，简直是给你脸了。老姐，等等我和你们一起。特级任务，护卫大秦二皇子，悬赏10万下品灵石。这任务很有搞头，一次就能回本，就他了。听到任务内容，建议瞳孔微缩，一个大秦皇子竟然找仙门的人护卫，这件事透露着浓浓的诡异。红柳师妹，可否带上我一个？华师兄，此次任务我带了红洛与万道山这位师弟，结算灵石他们可都有份。无妨，华某不缺灵石，只想出去历练历练。你看，你眼里的红粉骷髅，在别人眼里却是珍馐美玉。我能不去吗？是不是想赖账？不是想赖账，我是怕忍不住出手，平了这个大秦。一介凡人什么档次，也敢觊觎红枫谷天之娇女，还说什么平了这大秦？多大的胆子，才敢说出这种话？之前给你买药花了我13万灵石，这一单做完还剩下3万，到时候你给我洗衣叠被，打扫院落，1年就算还清，怎么样？剑一耷拉着眼皮，假装听不见。看到剑一不搭理自己，红柳生气的转身离开了。一旁的华云飞见红柳与红洛都不在，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，他手指一抬，一抹红色剑气悄无声息没入剑一头顶。你在找死吗？小子，不要认为有红柳庇护，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。华云飞，你在干嘛？红柳师妹，还请看好你带来的这个蝼蚁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要杀他，拦我折死。你要杀我，你是要笑死我吧？怎么，就凭你手里这把剑？不用剑也能杀你。红柳见到剑一出手，连忙冲上前来抱住他。华云飞可是红枫谷大长老的孙子，若是死在这里，必定后患无穷。他这样一抱，剑一点出的食指略有偏移，一道彩绘剑光从华云飞耳边闪。不要杀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放过他一次吧，你杀了他，我没法向宗门交代啊。再多抱我一会儿。剑意声音很淡，却是让红柳娇躯一震。他感受着对方的体温，脸上浮现大片羞红，然后轻轻低头，将脸颊贴在剑意身上。师兄，莫要在这里碍眼了，先跟我回去。第9剑，我悟了，此剑便用红柳命名吧。第9剑，红柳。随着剑意话语落下，红柳快速转身往船舱里逃去。上一刻还在温存，心里还有无限幻想，这
这一刻，他似乎感觉剑意想要将他当作利剑寄出去。来者出示文书。万道山剑一，怎么不认识了？属下天双城李靖拜见镇北王。闻言，剑意脸上闪过追忆之色，他已经好久没听到这个称呼了。这称谓原本是他大哥的，后来大哥战死10万大山，由他父亲继承，父亲战死北原，然后就轮到了剑一。皇舅还真是会做人，我入了青山8年，竟然还给我留着这王位。你是镇北军旧部，北伐时属下隶属于第3军3营师副长。行了，跪下吧。几人成功进关，不过这次几人看向剑一的眼神都变了，他们从来没想到区区一个凡人，背景竟会这样复杂。天呀，镇北王那是不是有庞大的封地？那当然了，镇北王的封地延绵千里，从星月关到天狼山。这镇北王的封地怎么在别的国家？镇北王一脉传统，凡未纳入大秦领土，皆属于镇北王封地。诸位今日先在此休息，明日一早我会为各位安排任务。剑一进了宅邸园林后，便一直盯着假山发呆，红柳则是跟在剑一身后，盯着他发呆，佳人如画，看起来莫名和谐。你说我姐是不是真看上这小子了？你别说，这样看去还颇为般配。该死，为什么红枫谷的增援到了，门外反而越来越热闹？我都放弃皇位争夺，还不愿放过我吗？这下不知为何，门外监视的人员突然少了很多。走了多少？至少9层。殿下，王城传来消息，剑一出现在了红城。你说什么？本王在这里等了他半个月，你现在告诉我他已经到了皇城。立刻回皇城，本王这次要向父皇请旨迎娶月瑶，然后将2副婚书狠狠地砸在他脸上。好久都没有回去了，也不知道现在镇北王府变成了什么样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人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让所有人都以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。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我竟然是曾经威势滔天的镇北王。而随着我时隔8年再次踏入皇城，平静许久的皇城再次变得暗流涌动。你是少爷？南伯，我娘呢？8年前北原战报传来，夫人便搬回长公主府了。后来听闻你被万道山救下，老奴也曾去劝夫人将你接回，可夫人不允。那时王府客卿幕僚均被夫人遣散，老奴也是有心无力，不如让你留在万道山，还要安全些许。南伯，烦请你去通知一下王景轩，让他来镇北王府见我。明日我不见他人，后果自负。堂堂镇北王妃，谁允许他私自回长公主府的？少爷，长公主毕竟是您母亲，可不能直呼名讳。哼，少爷不上炷香吗？俗指凡香怎配祭祀先祖？等我取了北原万亿生灵鲜血，10万大山100亿妖族魂火，再来祭祀。看来少爷这些年受到打击太大了，都有些疯魔了。长公主府位于皇宫里面，距离镇北王府不是很远。可守门侍卫传去消息以后，并没有看到长公主。见一等许久都没有等到南伯回来，于是便先行离去了。可是刚出大门，街道上就突兀地刮起汹涌狂风，在不远处有一人持枪而立。天心校尉吴起来此，请镇北王回山。山中有母老虎，不回。你若不回会死，你母亲不会保你，你应该明白。你认为镇北王会怕死？看着剑一缓步远去，吴起握枪的手微微颤抖。镇北王当初声望太大，仇家也多，在剑一踏足皇城那一刻，暗中筹备的刺杀便已经开始。他要去哪里？管他去哪里，今晚他必死。大秦不需要挑起战乱的镇北王。果然落魄了，几个小小的侍卫也敢拦镇北王府的管家。哎呦，少爷你怎么来了？来者何人胆敢在皇宫门前放肆？陈公主，不好了，小公子提剑杀进皇宫来了。不用管他杀了宫中侍卫，陛下自会处理。我即将突破占星境，若不是大秦覆灭，其他事别来找我。奴婢遵命。值守摘仙，圣仙问道：“
多么美妙的世界呀！可笑的凡人，可笑的蝼蚁，却是总被俗世侵犯。建议提剑走入皇宫，但是皇宫内情况很是诡异，除了刚才值守的那几个侍卫以外，他没再见到其他人。很快他就来到了东宫的位置。前方东宫禁地，还请镇北王换条路走。皇舅龙床我都去滚过，这世间哪里来的禁地？他真的去你龙床滚过？滚过，大叔还给他封了个大红包，红男滚床，这样才能生儿子。快看，要动手了！剑一断念。该死，这是什么剑？怎么什么也看不到？但无形中似乎有某种未知剑意。殿下，救我！镇北王在我门前杀我的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你的人拦我去路，谁给他的胆子？王修紧咬着牙，眼中杀意不加掩饰。但是现在失去了黑衣侍卫，他没有把握能在对方手里逃命，而且现在禁卫军毫无动作，那位95至尊态度已经很明显。镇北王的事，他选择看热闹，让诸位随意。说吧，你找本太子有何事？那些跟踪我的人是你安排的？不是我。那没事了。对了，我最近在王浩府里当护卫，还请给个面子，不要来找事。我喜欢清静。剑一没有理会被气到倒地不起的太子，他眼神冰冷，看向远处一扇紧闭的宫门，驻足良久。修仙飞升，待到秋来9月8，马踏仙界断仙崖，待我灭了这仙界，我让你无仙可修，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在下界种地。欣然府外情况怎么样了？殿下，不知为何那些安探灵臣全部离开了。快带我去见这次请来的外援。如今皇帝随时都有可能突破入道，退位进入长生陵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腥风血雨。这皇城中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抄家灭门。洪峰谷华晨飞见过殿下，不愧是洪峰谷天骄，实力果然了得。贵宗不是来了4位天骄吗？不知还有一位少年俊杰，现在何处？好久不见，二表哥。二表哥，你似乎很怕我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别怕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剑一一脸无语地看着逃离的二皇子，在5位皇子里，最没出息的就是这位了。太子生性很辣，有个好娘家，支持他的人颇多，实力也最强。3皇子背靠镇国神帅雪妖，实力同样很强。4皇子虽没有强大的门阀世家做后盾，但是资质妖孽，号称大秦第1天骄，如今已是元婴巅峰修为，镇守北原新月关。至于5皇子，那个小屁孩啥也不懂，倒也活得快活。洛兄，闲来无事，不如咱们去街上逛逛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灵药。好了，剑兄，没问题，剑兄。剑兄，或许你需要的灵药，轩宝楼能买到。听说轩宝楼有无数灵丹妙药，很多都是这片大陆之前没见过的。听你这么说，这轩宝楼倒是要去看上一看，或许真有需要的东西。你看那个土鳖，还是第1次来飞仙境，人都看傻了。小子，这杯酒，本公子请你喝的。的确是好酒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原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让所有人都以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。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我竟然是曾经威势滔天的镇北王。而随着我时隔8年再次踏入皇城，平静许久的皇城再次变得暗流涌动。你是少爷？南伯，我娘呢？8年前北原战宝传来，夫人便搬回长公主府了。后来听闻你被万道山救下，老奴也曾去劝夫人将你接回，可夫人不允。那时王府客卿幕僚均被夫人遣散，老奴也是有心无力，不如让你留在万道山，还要安全些许。南伯，烦请你去通知一下王景轩，让他来镇北王府见我。明日我不见他人，后果自负。堂堂镇北王妃，谁允许他私自回长公主府的？少爷，长公主毕竟是您母亲，可不能直呼名讳。哼！少爷不上炷香吗？俗指凡香怎配祭祀先祖？等我取了北原万亿生灵鲜血，10万大山100亿妖族魂火，再来祭祀。看来少爷这些年受到打击太大了，都有些疯魔了。长公主府位于皇宫里面，距离镇北王府不是很远，
可守门侍卫传去消息以后，并没有看到长公主。见一等许久都没有等到南伯回来，于是便先行离去了。可是刚出大门，街道上就突兀地刮起汹涌狂风，在不远处有一人持枪而立。天心校尉吴起来此，请镇北王回山。山中有母老虎，不回。你若不回会死，你母亲不会保你，你应该明白。你认为镇北王会怕死？看着剑一缓步远去，吴起握枪的手微微颤抖。镇北王当初声望太大，仇家也多，在剑一踏足皇城那一刻，暗中筹备的刺杀便已经开始。他要去哪里？管他去哪里，今晚他必死。大秦不需要挑起战乱的镇北王。果然落魄了，几个小小的侍卫也敢拦镇北王府的管家。哎呦，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来者何人？胆敢在皇宫门前放肆？陈公主，不好了，小公子提剑杀进皇宫来了。不用管他杀了宫中侍卫，陛下自会处理。我即将突破占星境，若不是大秦覆灭，其他事别来找我。奴婢遵命。执手摘星，升仙问道，多么美妙的世界呀！可笑的凡人，可笑的蝼蚁，却是总被俗世牵绊。建议提剑走入皇宫，但是皇宫内情况很是诡异，除了刚才值守的那几个侍卫以外，他没再见到其他人。很快他就来到了东宫的位置。前方东宫禁地，还请镇北王换条路走。黄臼龙床我都去滚过，这世间哪里来的禁地？他真的去你龙床滚过？滚过，当时我还给他封了个大红包，红男滚床，这样才能生儿子。快看，要动手了！剑一断念。该死，这是什么剑？怎么什么也看不到？但无形中似乎有某种未知剑意。殿下，救我！镇北王在我门前杀我的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你的人拦我去路，谁给他的胆？王修紧咬着牙，眼中杀意不加掩饰。但是现在失去了黑衣侍卫，他没有把握能在对方手里逃命。而且现在禁卫军毫无动作，那位95至尊态度已经很明显。镇北王的事，他选择看热闹，让诸位随意。说吧，你找本太子有何事？那些跟踪我的人是你安排的？不是我。那没事了。对了，我最近在王浩府里当护卫，还请给个面子，不要来整事。我喜欢清静。剑一没有理会被气到倒地不起的太子，他眼神冰冷，看向远处一扇紧闭的宫门，驻足良久。修仙飞升，待到秋来9月8，马踏仙界断仙崖，待我灭了这仙界，我让你无仙可修，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在下界种地。欣然府外情况怎么样了？殿下，不知为何那些安探灵蝉全部离开了。快带我去见这次请来的外援。如今皇帝随时都有可能突破入道，退位进入长生陵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腥风血雨。这皇城中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抄家灭门。洪峰谷华尘飞见过殿下。不愧是洪峰谷天骄，实力果然了得。贵宗不是来了4位天骄吗？不知还有一位少年俊杰，现在何处？好久不见，二表哥。二表哥，你似乎很怕我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别怕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剑一一脸无语地看着逃离的二皇子，在5位皇子里，最没出息的就是这位了。太子生性很辣，有个好娘家，支持他的人颇多，实力也最强。3皇子背靠镇国神帅雪妖，实力同样很强。4皇子虽没有强大的门阀世家做后盾，但是资质妖孽，号称大秦第1天骄，如今已是元婴巅峰修为，镇守北原新月关。至于5皇子，那个小屁孩啥也不懂，倒也活得快活。洛兄，闲来无事，不如咱们去街上逛逛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灵药。好了，剑兄，没问题。剑兄，或许你需要的灵药，轩宝楼能买到。听说轩宝楼有无数灵丹妙药，很多都是这片大陆之前没见过的。听你这么说，这轩宝楼倒是要去看上一看，或许真有需要的东西。你看那个土鳖，还是第1次来飞仙境，人都看傻了。小子，这杯酒，本公子请你喝的。的确是好酒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一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逢青山斩北人，可我却是一个没有灵根无法修炼的凡人。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
我竟是大秦皇朝威势滔天的镇北王，就连当朝太子都被我气得吐血3声，打我没有任何办法。可是却没想到，竟然有人不知死活的拿酒浇在了我的头上，的确是好酒。可怪雅贤君不能带剑进入，以后再不听劝解，我可要叫人了。这小子这是在自寻死路。你要干嘛？我爹可是镇国元帅水妖。哼，何人胆敢在此闹事？玄副帅，你要拦我？你是小公子？我操！好久不见，玄副帅可真是命大。北原那场血战，你竟然没死。玄天面色呆愣地看向被丢在地上的司徒羽，这可是镇国元帅雪妖的儿子，就这么随手杀了。哎呦，小公子，你闯祸呀！雪妖修为通天，而且手握数十万大军，这下完了。咱有理，咱怕谁？是他先用酒水泼我。此时玄天只感觉有些无语，这是谁有理的问题吗？4大镇国元帅，即便是皇室也不想亲密交恶，稍有不慎就是天下大乱。玄副帅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别告诉我你一把年纪了还来逛青楼。这个飞仙镜是夫人的产业，我等老家伙平时会在这边镇守1、2。合着是自家东西啊，怪不得名字取得这般雅致，颇有水平。剑一当即掏出储物袋，凡是看上的东西便直接装了进去，账面上的百万灵石、装饰用的陵墓盆景、珍贵器皿一样不留。玄天还以为剑一这是准备跑路，再收拾盘缠。遥想曾经镇北王府风光时，又岂会怕了一个镇国元帅？他们穿的可都是仙裙锦绣，挂他们身上可惜了。小公子，你这是去逃难，可不能带着几个拖油瓶呀！什么逃难？懒得理你，继续下一家。不好了，公主殿下飞仙镜被洗劫了。怎么回事？今日小公子流窜到雅仙居，出手杀了镇国元帅公子司徒羽。后听说飞仙镜是公主您的产业，废其歹念，将整条街道数十家店铺搜刮一空。听说连雅仙居里的姑娘也差点被掳了去。我能不能飞升仙界，可就指望着飞仙镜的收入。这个逆子是越来越过火，传我旨意下去，今后禁止他再踏入飞仙境一步。我这妹妹可真是沉得住气，寡人在位60余年，都无法炼化大秦龙系，飞升仙界。她妄想一遭升仙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陛下这颗棋子似乎有些跳脱了，是否除掉？哼，他都不急，我也不急。回到三皇子府邸，剑一看着这次搜刮来的资源，嘴角不禁浮起笑意。踏入炼气期就在今日。红柳，为我护法。红洛，你在院外驻守，没我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华晨飞，你去坐镇府门前，今日府邸谢绝一切来客，凡擅闯者，杀无赦。你是不是隐藏了修为？现在要突破摘星，还是入道？红柳脸上蕴含期待，突破之前的剑一已经极为强大，很难想象突破后他的实力将会达到何种地步。好好看着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怎么还有毒药？我要开始了。剑一咬牙，抬手抓起地上的丹药和灵草就往嘴里塞。黄暴的药力在体内展开，同一时刻，他放弃了对无相剑的压制，巨大的痛苦瞬间弥漫全身，如同吃下了烙铁，焚烧着整个身躯。他双眼猩红，脸上青筋暴起。对于一个绝症晚期的患者，既然命中注定要死，那不如死马当活马医，与上天赌一次命。离我远些，一会儿爆了血溅你身上。若我死了，你就用一条被褥裹上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，然后带着红洛即刻离开皇朝。剑一很清楚，就凭他惹的这些祸事，红柳和红洛根本就承担不起。一旦他无法突破，留下只会尸骨无存。而红柳手足无措地站在房门口，眼眶通红，想要开口却不知能说些什么，只能转过头去，不敢再看。剑一断念，剑九红柳，剑二血杀。
以身为乾坤，剑似山河。曾经斩向敌人的剑意，此刻不要钱般的不断往自己身上招呼。这个过程不知持续了多久，红柳他能感觉到剑意的气息越来越弱，最后几乎微不可察。夜半，小院里红柳低沉的抽泣声响起，院门外红洛呆愣在原地，他已经好久没听到自己姐姐哭泣，这声音如同最锋利的细剑撕裂着他的心扉。宣百官进殿，以论天下，除道苍生。嘿嘿，怎么样？我突破炼气期了哟！是炼气期哦。秦姑娘在干嘛呢？殿下喜欢些花花草草，我平时无事便给他照料照料。那挺不错，不过还是不要落下自身修为，那才是我对修士应该关心事。赠北王教训的事。秦姑娘，你家殿下呢？今日朝会，殿下一早便入宫了。红柳，咱们走，我们也去开朝会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自身为剑，吸收无数灵药，融合无相剑骨，强行突破。最终，在经历九死一生之后，我终于突破到了炼气期。在得知大秦的朝会刚好就在今天，于是我决定去会一会这大秦的诸王。中门禁地，非皇室宗亲不得入内。看清楚了，本王乃王景轩亲生儿子，王道阳的亲侄，能不能走？走。我问你到底能不能走？能不能走？红柳，咱们走。我去会会这大秦诸王，你在皇宫里随便逛逛，若是遇到问题就去长公主府。记住，王景轩若不出手，你就开口骂他，说他数典忘祖，管生不管养，枉为人母。他若要出手揍你，你就说怀了我的孩子，孤儿寡母遇上了恶婆婆。宣群臣入殿。哪里来的无知小儿，竟敢私自入殿？哪里来的老登，竟不识得本王？黄口小儿，镇北王一脉，你在北原一战尽数乡里，成为历史。你是何物？本官何须认识？老登，下完朝会，我也让你全家消灭。朝中有大臣抢先对建议开喷，建议自然不会惯着，直接开口回怼。一来一往之间，逐渐有其他官员加入战局。咬了你进城数日，胡作非为，罪已致死，还敢出现在此，眼中可还有我大秦滚滚诸公？我呸！本仙宰了几个人渣，你当如何？孽畜，我大儿贤淑纯良，正善厚德，为何杀他？本仙杀个蝼蚁，还需与你通报不成？一口一个本王本仙，殊不知镇北王之名早已化作尘土。一个炼气期修士也敢自称本仙，简直是笑掉大牙。笑不笑掉大牙，本仙不知道。你再敢质疑本仙修为，本仙就打掉你大牙！殿中越发混乱，各种脏话污言漫天乱飞，见一人舌战群雄，骂到开心时还凑上前去吐着口水，完全不讲武德。龙椅上秦皇饶有兴致地看着，待听来听去都没有啥新词后，才淡然地招了招手。随即一个侍卫端着一叉青翠夺目的仙人掌径直走到了剑意面前，正在骂架的剑意突然一愣，双眼被地上的仙人掌吸引，整个大殿瞬间都安静了下来。还是和小时候一个样。好了，接下来开始议事吧。先说说吾入道后谁来执掌大秦吧。随着秦皇话音落下，大殿里彻底变得落针可闻。这可是个敏感话题，而今却被秦皇一下子摆到了明面上。我知诸君均有心中人选，吾若这样，选太子的站左边，选二皇子的站中间，选三皇子的站右边，选景轩长公主的站到孤前边来，大家投票，谁的人多选谁可好？臣都敢不敢。哼，你们有什么不敢？朕都立了太子，你们这些官员及诸王还在后面做些小动作，是不是不把孤放在眼里？你们最好收收心思，否则孤不介意入长生陵前，再清洗清洗这朝堂。西帝父皇，儿臣此次前往万道山，看上一女子，请求父皇赐婚。是何人？万道山剑锋月瑶。你是在找死？镇北王，乾坤殿重地，岂容你放肆？天要使其亡，必先使其狂。今日我便替镇北王府清理败类。我身具皇家血脉，可调皇城龙气。我亦是当代镇北王，
就连这皇城大阵都是我镇北王府修的，我狂怎么了？你能奈我何？这一瞬间，在场所有人均瞳孔微缩。这句话中蕴含的信息极为巨大，可调皇室龙气，可掌皇城大阵，没有人分得清这2句话的真假。再敢打月瑶的主意，我活剐了你！建议谢过皇舅赠宝。看着还没退朝就缓步踏出宫门的身影，众臣脸色一阵青白，却罕见没有任何人阻止。大殿外，红柳并没有离去，见到建议出来，他急忙面带担忧地迎了上去。一个8年之后再次归来的世袭镇北王，他很难想象这场朝会中这个男人所面对的境地，那是大秦滚滚诸公的围剿，是大秦天子一念之间的生杀。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呀，你看，还收了个礼物。哼！出了宫门，红柳脸上笑颜如花，仙人掌被他一只手拎着，另一只手则是牵着剑衣，也不管后者满是抗拒的脸。对付这种死脑筋的男人，就不要给他死脑筋的机会。走开点，再磨磨蹭蹭的，我就将你这宝贝扔在地上，我再狠狠地踩上2脚，想想就很带劲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师尊让我来接你回家。月瑶呢？她有没有说想我？没有，你不在山上，月瑶都变得开朗了很多。那我不回去。为什么？此间乐不思蜀，山中有只母老虎。你说谁是母老虎？小混蛋，你究竟在皇城干了什么？你可知秦天司的人都快把我剑锋踏平了，全是告你状的。我没做啥呀，昨日吃了个钵钵鸡，前日去雅仙阁喝了杯花酒，上前日在宫里赏花，对吧红柳？红柳早在穆青师出现那一刻就宕机在了原地，如同见了婆婆的媳妇满脸通红，不知所措，只能僵硬地点着小脑袋。你就是红风谷天骄红柳，就是你寄信到万道山，让我拿灵石去红风谷赎人。不是我啊，是我。唉，这个红风谷的天骄算是废了。师父，咱们来二皇子府邸干嘛？不回去吗？回去怎么回去？待在城里还能让别人忌惮护城大阵，不敢出手。只要是出了这秦皇城，恐怕将面对铺天盖地的追杀。小友先别看了，我很忙的，时间不多，直接说找我何事吧。我想知道大秦龙脉孕育出的那颗金丹在哪里。大秦皇朝建立数千年以来，总共孕育了3颗金丹，其中第1颗被初代秦皇炼化踏入圣境，以此建立了这浩瀚大秦；第2颗被震碎散落青山，引起了数场腥风血雨，间接导致青山各修仙宗门无数强者陨落，被大秦纳入疆域。这第3颗金丹则是作为秦国底蕴，被藏在这皇宫之中。即便你知道金丹放在哪里，以你的修为也无法出奇。9年前我俩相识，那时我年方7岁，便看出你受心魔困扰。而今9年过去，我已然踏入炼气境，可你却即将被心魔吞噬，真是世事无常。听到剑一的感叹，魏庄脸上涌现一抹怪异。这小子是如何用这样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已经入圣了，一个炼气期而已，这小子尾巴都快翘上天了。我有一剑名曰断念，专斩神魂、邪念、痴妄等一切不可视之物，困扰你无数年的心魔，在我看来，若要除之，如吃饭喝水。你想要我怎么配合你？很简单，秦皇突破入道之时，王景轩定然不会让他轻易成功，到时候我拖住他们，再为你打开护城大阵，你去杀金龙，取龙珠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人，却在进入皇城短短几天，犯下了无数滔天罪行。但是大秦的诸王百官却拿我没有任何办法，只因为我是能掌管皇城生杀大阵的镇北王。而随着我正式踏入炼气期，我的疯狂狩猎计划也即将开始。我操！皇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出宫去找镇北王，就说我要见他，无论付出何种代价，立刻现在马上。皇兄，你可千万不要打戚然和我的主意，我现在就派人去通知镇北王。我入城第1天就杀掉了对方手下的元婴修士，按道理来说已经结下死仇才对，而今竟然要见我，看来是被逼上了绝路。那么到底是谁在逼他？红柳，如今二皇子已经搬回皇宫，你的任务也算完成了，带着红洛和华晨飞回红风谷去吧。怨你了，不跟我们回去吗？你不是看到我师尊已经到了吗？等你走了，我也要回万道山了。我不，我要跟你回万道山，让小洛与华晨飞他们自己回去。你是红风谷天骄，此生注定摘星入道，
而我天生废体，没有灵根，就连我母亲也嫌弃我。即使这一身炼气修为也是我用命去搏来的，你可知我今后的路有多凶险？不妨告诉你，待我皇舅入道之时，我便要杀进大秦皇宫寻找筑基之法，而这不是结束，只是开始。所以，我劝你早日离去，否则接下来这皇城就是你埋骨之地。我有什么能帮到你的？你帮我搞定我师父，不要让他关键时候碍手碍脚。师弟，我可是听到了，小心我找师父告你状。完了，这里就我是个外人，听到了如此机密的东西，这绝对要被灭口啊！打小报告的人烂嘴巴。好恶毒的诅咒，虽然没有啥威力，但是感觉好不爽。大表哥，你找我何事？今夜父皇便会入道，我要你护我一夜。谁要杀你？黄继轩，在父皇过道之时，会天降雷劫，火师和所有皇城护卫都会抢我护法。届时皇宫大阵开启，群臣不得入内，王继轩便会在此时出手。他想干嘛？他想屠光皇子自己称帝，炼化龙气，妄图飞升。数年前父皇便与他有过一战，结果父皇大败。我就炼气期修为，你觉得我护得住？你能以凡人之躯杀掉我的元婴巅峰护卫，如今踏入炼气期，实力只会更强，或许能拖住他到父皇完成渡劫。而今朝中大臣态度不明，我没有可以相信的人了。剑一陷入了沉默。其实他也想试试炼气期的自己有多强，但第一战就选个摘星镜，还是自己母亲，这很难好吧？那个亲娘可不会对自己手下留情。我可以保你，说说你的报酬吧。2代镇北王佩剑签约。好，成交。昂爷救我，我也不想死呀。你有什么报酬？看其人怎么样？同样是皇子，怎么差别这么大？王爷，不知你突破炼气期后实力究竟多强？我有一招鬼影闪，瞬息之间便可闪至敌人身前，打出致命一击，还有一招一刀流居合，反正很强。王爷长公主不是你的母亲吗？不，她只是一个毫无感情的修炼机器，就如同一把意识破碎的灵气。白歆，你师弟呢？师父师弟说，我告诉你就烂嘴巴，快说。师弟他入宫了。白歆、红柳，你们几个即刻出城。穆青师交代了一声，随即身形快速向着皇城赶去。而同一时间，皇城众多方位忽然震动起来，皇城外的山脉上，通天石柱猛然亮起滔天光芒，在皇宫上空形成一个透明巨大的能量护罩。穆青师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傻徒弟啊，你太低估翟星了。王道阳、王景轩、大秦诸王，你们都太低估我了。现在谁也进不来，谁也出不去。狩猎时刻正式开始。我要去哪里？当然是主动出击。我被剑修炼气期强者，怎能龟缩在此？损我丧心。此时皇宫上空乌云从万里聚集而来，飞云翻滚，层层叠向下压来。乾坤殿中一条金色龙影万群而上，被天色云层中有剧烈白光闪动，黄暴雷霆在其中翻滚着。终于入道了，本帝总算等到了这一日。先凭本帝失去的一切都会亲手拿完。杀了那2个皇子，或许还能让这龙气再强上一点。希望那2个皇子能拖那些时间吧。此女手段太过诡异，当真前所未见。一只蝼蚁而已。你在往哪看呢，亲爱的？剑3，风起。不错，本以凡躯有此造化，一切能人。嘿，果然没有那么简单。不过也就仅此而已。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孩儿剑一，今日还请母亲大人赐教。
天光冻结。练气机就如此强横，当真是个怪胎，陛下还真是低估了他。咱们快逃，去后宫。他父皇不准任何人进后宫。那你在这等死吧。皇兄等等我，我不想死啊。一剑二，血杀。提符害术。他真是变态，可惜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还真是痛啊！这样都不死，你可真是够命大的。范有你果然能操控护城大阵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放你师傅进来，而是我？我师傅胆小，见不得这种场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一会儿你去拦住他们，我去杀金龙，取龙珠。那可是一个入道2个摘星巅峰，而且其中一个摘星还能压着入道的。你让我去拦？那我去拦，你去杀龙取珠。记住，你只有10息的时间。你有几分把握？左相放心，本王有10分把握。龙丹唾手可得，只是现在需要你去帮我收取了。建议语气带着狂傲和自信，仿若摘星入道在他眼里不过尔尔。若不是他那浑身焦黑的身躯，还有那一瘸一拐的样子，他还真相信。这是上了贼船了。小妹，该结束了。我的好大哥，你以为徒步入道境就可以打败我吗？6年前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先天也是如此。小妹，防望是要付出代价。你们可要加油啊！赢了的人才可挑战本进行。此时建议俨然将自己当成了最终 BOSS， 但是空中的3人没有任何异动，或许他们至始至终都觉得剑一翻不起任何浪花。天空中王道阳祭出大秦印玺，王景轩祭出一把金色巨剑，两人拿把相较着掀起毛暴之势，一时间竟是僵尸不已。就是现在！国师大人，好久不见！剑舞追猎，孽畜，尔敢！哼！此时，藏身在乾坤殿里的魏庄也不忍，他身后一个巨大法相鼎立而起，猛然抓下金龙。魏征，你敢反我？陛下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镇北王，拦住他们！好了好了，好歹也是个摘星大能，一天天大呼小叫的。本王最近参悟黄舅送的仙人掌，我有所领悟一计，献起诸君共赏。母亲，从出生之日，你便嫌弃我生的平庸，有辱仙脉弟血，以致所赐。今日尽散，不欠人。随着剑意话语落下，他身后一把外形普通的长剑缓缓浮现，剑身上7个摄人心魄的黑洞缓缓旋转，贪婪地吸食着这方天地灵气。远处的长公主面色复杂地看向乾坤殿前的身影，心中涌起一阵阵悸动的情绪。此时本地不参人了。乾坤殿前，上万禁卫军已然冲入剑意的剑雨之中。这一刻，气疯了，有士兵被飘来的银丝割成碎块，有的甚至什么也没碰到，便在冲杀中突兀死亡。一切看起来诡异而恐怖。剑一以自身为界，画出了一方禁语。所有禁卫军撤出剑阵范围。进了本王剑域，还想活着出去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
建议你离经叛道，今日我便将你诛杀于此。剑气纵横10万里，剑光寒3000州。王爷拿到龙丹了，快点走。皇宫外，穆青师趴在大阵护罩上，瞪大眼睛往里面瞧着，却是什么也看不到。便在这时，大阵护罩突然再次往宫内收缩，失去支撑的穆青师一个重心不稳，摔在了地上。还傻愣着干嘛？带上师姐撤离皇城。万一吓死我了。师尊师弟人呢？他离开皇城了，我们也赶紧走，再晚怕是走不掉了。红柳，你们几个小家伙也随我一起，避免路上遇到劫杀。另一边，剑一在城外一处密林的小溪边停了下来，他看着溪水中的倒影，沉默良久。现在的他看起来很是邪异，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稚嫩与温和。这或许就是成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吧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总不能顶着这样一副面孔在世间游走吧？你想干嘛？东西留下，或者死。该死的镇北王，连我的衣服也抢！一家子坏种，不要脸的东西，这让老夫如何出去见人？好一张俊俏的贱脸，好一个贱人，这剑气幻化还挺好用。此时，在距离剑一上百里的山林上空，一辆飞舟正急速而来。飞舟上落无极，席地而坐，俊俏的面容上带着从容与自信。洛师兄，你而今得此造化，一举破入元婴，想必同辈中已经在难寻敌手。诸位师弟师妹，要知道天下之大，人才辈出，谁又敢说同辈无敌呢？不过小小领先而已，当不得如此称赞。系统领取本次任务奖励。任务奖励发放中，恭喜宿主获得剑魂绝技幻影剑舞。此招展出将出现无数幻影同时挥剑，让人难辨真假，而且幻影展出的剑气同样带着不俗伤害。我操！这招幻影剑舞太强了，有了此招，剑一不足为惧。请宿主不要将自己与其余人数1000万的人做比较，天命之子才是宿主大敌。师兄下方好像有人，不用管他，想来是山间野修，为了赶路想蹭非洲。离开就离开，下一个更乖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铤而走险，抢夺大秦皇室龙丹，寻求突破之路。却没想到，在成功之后回去的路上，搭的顺风车被拒载了。看来只能霸王硬上弓了。前面的那谁，你们的非洲被本剑仙征用了。何方宵想，胆敢拦路！哼，这里莫非是什么邪教组织？咋搞得这么花里胡哨的？万道山赵灵儿见过前辈。咱万道山有这么一号人物吗？哦，你是那个剑仙李逍遥的神婆徒弟。前辈，你踩着我的长袍了，白袍沾染污秽，天女大人会降罪的。谁是天女大人？我就是天女大人。这世间女子皆是天女大人，自强自爱，信奉天女者都可为天女大人。那你倒是降罪啊！船板上气氛被剑一句话干沉默了，他就踩在赵灵儿衣服裙摆上，期待着所谓的天女大人降罪。行了，我看你这天女大人挺怂的。这是路费，载我到万道山。哪里？该死的，就一块灵石，真是个穷鬼！敢踩姑奶奶的衣服，等姑奶奶修炼有成，尿你一脸！你骂骂咧咧的干嘛？前面还有一艘非舟，给我追上去！客官您听错了，我刚刚在念天女教的咒语。话说，在天地初开之时，世间第一个人便是女人，她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，念动了此咒语，成功孕育了第二个人类。客官，你猜这第二个人类是男是女？废什么话，赶紧给我追上去！不解风情。师兄不好了，后方有非洲撵上来了。师妹莫慌，师兄这就去看看。总算让我追上了你，胆敢拒载本王，我批问。没事，
这是赵师妹的船楼。洛无极刚松了一口气，我操！便见后方船楼有一道剑气朝自己击射而来，其速度快若奔雷。幻影剑舞。确认过眼神，是我打不过的人。好强！一同检测对方战力。见人剑一，炼气2层，战力18，修炼功法无，情绪状态疑惑中带着些跃跃欲试。龙系统，你给我说这战力只有18，简直离了个大谱。洛无极心中怒骂，每次遇上这货准没好事，要不是他颇有实力，换个人他是早都尸骨无存了。虽然心中极度不爽，但是他脸上却是攀起笑容迎了上去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建议兄是我呀，洛无极。无极兄，当初我们一起被红风谷扣押，也算是共患难了。奈何无极兄当时走得匆忙，没有与你好好叙旧一番。此事都怨我师父，他说建议兄自有牧师说花钱去说。哼，无极兄，刚才你所用剑技颇为绚丽，不知叫什么名字？此剑技名为幻影剑舞，乃是本公子自创，剑动如起舞，剑出如幻影，欧有所得，不值一提。幻影剑舞吗？可恶的混蛋！我天女教以你不共戴天。哎，唉，师父师姐，你们回来了。这就是月瑶。哎，这剑锋只有一个月瑶。红柳师妹怎么了？我剑锋当然只有一个月瑶。没什么。红柳颇为尴尬的摆了摆手。在皇城时，他常听剑意念叨月瑶，原本想着这月瑶应该是一个绝色佳人，哪能想到会是一个12、13岁的小丫头。莫非该死剑意绝对不是那样的人。红柳师妹，我师弟就是那样的人，你可千万要擦亮眼睛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人，系统却检测出我是战力只有18的菜鸟。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我仅仅只是随意一指，就将系统赠送的金手指直接碾压，最终顺利的搭上回万道山的顺风车。你何时回来的？是红柳呀，快来看我发现了什么，一片很直很俊的竹叶。我问你是何时回来的？回来3、4天了。呸！渣男！随着众人回到剑锋，大秦朝堂变动的消息也传播开来。王道阳与王景轩一战大败，被后者封印修为真庆者首领。王景轩称帝，太子与二皇子都被软禁了起来。至此，大秦权力旁落。而此时剑锋剑一将龙丹安在了无相剑的第一个孔洞上，为这把邪剑增添了不少威势。剑一现在突然感觉自己强得可怕。穆青师出来与小爷一战。想想揍他？哎，好嘞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可恶！你们2打1不讲武德，放开本剑血。2个打你1个怎么了？我师兄还是万道山掌门呢。太好了，等揍完你，我立刻就去。这场毒打一直持续到深夜。如今剑一一身血肉尽是剑气化成，很耐揍，2个老姐妹打得很过瘾。小友，那你当时怎么不使出剑域的力量？剑域波及范围太大，本仙若是用出，恐怕剑锋难挽。其实我最近学了一剑，必可击败2僚，奈何霍香能力诡异，竟是带有封印之力。我信你个鬼！珠峰钟响，生死难挡，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。吾乃峨眉山峰主剑大头，不知老哥是哪峰峰主？在万道山有峨眉山吗？在下牛角峰峰主若水。原来是若水老哥，久仰久仰。不知老哥可有小道消息？这次会议的内容是啥？近来冷少屯兵青山，大秦女帝上位，想必和此事有关。剑一兄，此乃峰主大会，你怎么能参加？你都能参加，我凭什么不能？罢了罢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安心参加会议，切勿与人交流。诸位，
妖族圣子陨落在人族疆域，白虎妖王为此报仇，进军人族，已经与回风圣地开战。万道山身为人族一份子，竟能坐视不管。自今日起，全宗备战，若妖族敢踏出10万妖山，万道山便是人族的第2道防线，额首不退。我操，不会这么巧吧？另外，任务堂开放猎杀妖族任务，凡筑基期以上的皆可进去。妖族全身是宝，加上完成任务的奖励，双份快乐呀！混蛋，我抗议！凭什么筑基期才能接任务？我不服，我要投诉！任务堂看不起炼气期。快去快去，是宗主规定的，去投诉宗主啊！万道山草木皆兵，木青师和白星当夜便离去了，剑锋只剩下剑一和月瑶2人。月瑶好似受到惊吓的小绵羊，连门都不敢出。月瑶，晚上一个人睡觉怕不怕呀？师兄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啊？师兄，我已经睡着了。对了，月瑶虽然是把绝世好剑，但万道山天骄无数，不一定非要参考它。危险警报，检测到敌人入侵，请宿主提高警惕。大半夜的，是哪个混蛋不讲武德？完了，中招了！狗系统，昨晚发生了什么？这画面不堪入目，请宿主节哀。快点说，昨晚到底发生何事？是剑一扒了宿主衣服，后面太过辣眼，本系统实在看不下去了。剑一，你毁我清白，我与你不共戴天。那小子果然不对劲，灵根应该也是后天栽种的，不过还不能确定，要再仔细研究一下。回去告诉他，不要着急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接下来几天，剑一疯狂对宗门里的天骄下黑手，进行全身体检，搞得整个宗门力息飞飞。但是也让他感悟颇多，之前有些没想通的地方也豁然开朗。无极师兄，我要见宗主，剑一毁我清白，坏我清誉，玷我贞操，不共戴天。还有我，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，我的贞操，我的清白，我不活了。还有我叶战天实名举报剑锋剑一，前2天无耻小贼半夜敲我闷棍，你看我的脸都被打成啥样了？哎，师兄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啊，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，就换了台新的。那你那台旧的呢？就有苹果14，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了，卖了3500多，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不止收手机，就连运动相机这种摄影器材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。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。换了新手机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打成了猪头，还不如送给我呢。诸位放心，剑一这次无法无天，元神共愤，我这就去禀报宗主。师尊，小师妹实在太过分了，上次打坏我的百木殿，后来又与霍香到灵药阁偷酒，如今去回风圣地也不老实。前2日回风圣地的长老找我告状，让我换个人带队。做师兄的要有格局，小师在你们一众师兄妹中年龄最小，自是调皮一些，你当师兄的要多多担待。小师妹都快把我的骨头拆了，我还没格局吗？都是徒弟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！弟子拜见师尊师祖。不急，可是回风圣地出现了变故。启禀师尊，不是回风圣地的事情，是各峰天骄齐聚百木殿，状告剑锋剑一。为何不去执法堂？执法堂堂主秦霄被剑一打伤后，一直昏迷，至今未醒。道义师伯又包庇剑一，所以众弟子哭诉无门。剑一究竟做了何事？回禀师祖，无耻恶贼，暗夜偷袭，一律打昏，扒人衣服，摸人皮肉，不堪入目，罪大恶极，人神共愤。我操！这徒儿，看你如此愤怒，难道你也……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是清白的，任他经意手段下作，也接近不了图案。师尊，莫多想。青山，剑一是谁的弟子？回师尊正是小师妹弟子。对了，经过探查，妖族圣子很可能是剑一所杀，所以这次支援特地将剑一排除在外。区区一个妖族圣子，杀了就是杀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倒是小师的弟子有点意思。
小师真是好本事，不仅收了个剑道天骄，还收了个先天剑体。莫非阁下是我师父的姘头？小子，休要胡言乱语！我是你师父的师父，你应该叫我师祖。全身血脉尽散，剑气聚而不散，这样都能活着，简直前所未闻。哼！对于老头的评论，剑一不以为意。他可是欠了天道1000万气运值的男人，天道当宝贝供着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让他死？小子，这东西或许对你有用。炼气真解，这是啥玩意？以肉身为气，以灵气为火，或可走出一条全新的路。又是烧钱的东西，不过可以先用最垃圾的材料练习，这山竹就不错。师兄，你把师父最喜欢的竹子砍了，师父回来会不会生气啊？当然不会，师父种竹子是为了修炼，现在长出来就没用了。那师兄，我来帮你。小子，你就不怕你师父回来杀了你？他回来找不找得到剑锋都是一回事。再说青竹都越窑砍了，和我有啥关系？师兄，你瑶瑶不要怕，等师父回来我会帮你求情的。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人家明明是帮你砍竹子，连这么可爱的小师妹都欺负，丧心病狂。哎呦，小公子，老奴可找到你了，陛下有旨，快接旨吧。这位公公，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我和王景轩早已恩断义绝。没错，就是小公子。抱歉，我年纪小，听不懂这个。你找我的监护人宣旨吧。拿过来，我瞅瞅。好家伙，小子，女帝让你回家继承皇位了。剑一一脸冷笑，知道女帝不安好心，自己坐不稳皇位，想立太子，将祸水转移到自己身上。只要那些反对派杀了自己，皇位就不会落入别家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人，却因为没有灵根，终身无望突破炼气期。因此我制定了一个坑天计划：仙人遗址为2，世间天骄为主，仙人传承为辅，助我无上突破之路。师兄，我们这是去哪啊？这人间修行不比在山上，要拼时运，要夺机缘，不像山上那般清心寡欲。刚好最近燕州会有仙人秘境出世，我们去凑个热闹。师兄，你一直待在山上，怎么知道燕州有仙人遗址出世？哼，师兄，你说的是啥玩意？意思就是真相只有一个，因为那是我打的鱼窝。师兄真的是太帅了，就连说话都带特效的。和燕州那么远，我们又不会遇见，要怎么过去啊？师兄有一招，名叫鬼影闪，可用来赶路，不过此行路途遥远，消耗太大。师兄教你一招零消耗赶路法。师兄，咱们在等什么啊？在等一个有缘人。师兄，我好饿啊！师傅给你的避暑丹呢？已经吃完了。先抓路边的野草解馋，很快就会有人路过。月瑶看了一眼山头，连个野果都没有，最终只能眼巴巴地盯着天空，期待所谓的有缘人。这一等便是3日，才看到天上一艘飞舟缓缓而来。怎么又是这艘飞船？师兄，我们劫了他吧。师妹，要不咱换一个，再饿也不能吃米田共啊。师兄，我真的快饿晕了。唉，算了，谁叫是自家小师妹呢？咱不谁出。来者何人？呀！嘿嘿，打劫，将吃的都拿出来啊！有没有搞错？我在家门口被人打劫了。这是路费，去燕州。前辈，你能不能换个人欺负啊？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这次可是进入仙人遗址，若你运气好，说不定能获得不少机缘。大胆！锤子仙人秘境，大秦境内就没出现过仙人。前辈，要去也行，不过咱们要先约法3章。闭嘴吧你！再啰嗦，我将摇摇袜子塞你嘴里。呀！来人止步！前方燕州地界，州牧有令，入者需缴纳2000灵石。滚开，或者死！哎呦，来了个不怕死的，哥几个有活干了，男的杀了，女的留下。男全不可辱，这就是代价。
在下郑国元帅之子鬼风见过镇北王。区郑国元帅世子，也配觐见本王？哼，不过是条丧家之犬，看你还能神气多久？来人，将镇北王出现在燕州的消息传回皇城。现在大秦朝中，不管是支持王景轩的，还是反对王景轩的，无一不想要建一死。只要建一在燕州消息传出，这里必将成为炼狱之地，人建一是大罗金仙也必死无疑。师兄，这就是仙人遗址吗？也太神奇了吧！里面竟然能装下一个小世界。傻丫头，别乱看，这时候你越是东张西望，说明越心虚，别人就会觉得你是软柿子。那师兄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人感觉不好欺负呢？你看好了，师兄只做一遍，能领悟多少就看你的运气了。哟呵，人挺多呀，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在场诸位都是垃圾。建一此话一出，所有天骄均是愤怒不已，月瑶更是满眼都是小星星，充满了崇拜的光芒。师兄他好爱我，为了我不惜得罪所有人。蝼蚁们，就由我来为你们解开封印，进入之后就开始逃命吧。我最喜欢看你们绝望的嘶吼。诸君，请入瓮。师兄这样会不会太嚣张了？有吗？我怎么没发现？我没砍几个人立威，已经很收敛了。师兄他果然爱我，为了我连人都砍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人，却因为没有灵根，终身无望突破炼气期。因此我制定了一个坑天计谋：仙人遗址为2，世间天骄为楚，仙人传承为5，助我无上突破之路。师兄，我们不进入抢宝贝吗？不急，师兄送你一道剑意，若能参悟其中万一，一剑能挡100万师，有危险就劈出去。对了，那个神婆赵灵儿呢？怎么不见了？赵姐姐带着手下的2个倒霉剑士抢机缘去了。抢什么大机缘？大机缘就在眼前了。打劫，男的站左边，女的站右边，不男不女站中间。公子，奴家又男又女站哪里？小子，你知道我家将军是谁吗？敢抢我家将军非洲，我看你！还有谁？想去见太奶的，可以再蹦个屁试试。我不管你们是啥玩意，从现在开始，这里所有的飞船都属于我的私人财产，不想东一块西一块的就全部给我滚。发财了！这一波要赚多少零食啊？3万到山都没有几艘非洲。这次真是大丰收啊！一定要拍张照给师傅炫耀一下。师兄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啊，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，就换了台新的。你那台旧的呢？旧的苹果14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了，卖了3500多，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，就连运动相机这种摄影器材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，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。那师兄，你都换新手机了，可不可以送一艘飞船给你漂亮可爱的小师妹？一艘哪够，师兄送你3艘，以后出门1艘用来睡觉，1艘用来吃饭，1艘当厕所。师兄他好爱我。我们也进去吧，好戏也该开始了。这里还真是好地方。师兄，咱们现在去哪里呀？师妹啊，你自己去玩吧，师兄要睡觉了。当年你强行借天气运，你真以为这样就能压制得了我吗？剑一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恭喜宿主检测到气运之子，对方当前气运值300。这气运之子也太寒酸了吧！洛无极还想要继续探查时，那道身影却已经消失不见。对方似乎有所顾忌，像是在躲避些什么。算了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。下方的兄弟，你们知道仙人遗址在哪吗？正愁怎么跟少主交代，没想到现在竟有人主动送上门来。这位道友，我们也正准备前往仙人遗址，你载我们一程，我们正好给你指路，如何？这自然是好。诸位，还请上非洲。诸位，还请指明方向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
打劫，把非洲交出来，小爷饶你。这是什么破地方？也太混乱了吧！就这么一会，都被打劫8次了。相比于若无极的四处逃窜，剑一则是过得很是惬意，体内无相骨疯狂吸收着秘境内灵气，他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炼气3层。我的小月瑶，你真是我的福星啊！此时山林中，月瑶小小的身影正在奔行，他手里拿着一株红色灵草，身后一只不知名凶兽正在对着他反追。你有毛病啊！我特么就看你一眼，就追着我跑了这么远。阿蛋，你老婆喊你回家吃饭了。嘿嘿，真是累死我了，也不知道师兄现在在干嘛，有没有想我？小妹妹好厉害啊！以炼气后期杀死筑基期妖兽，不知小妹妹抢到什么灵药了，可否给我们瞧瞧？我保证只看看。不能慌，不能慌，师兄叫过的，要先声夺人。哼，人挺多啊，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，在场诸位都是垃圾。大哥，你看看他手里拿的是啥灵药？原来是断肠草，真晦气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。就是，白高兴一场。哪里？看到毫不留恋离开的两人，月瑶顿感有些挫败。他可是费尽全力抢夺到的灵药呀，竟然被嫌弃了。不行，不能给师兄拖后腿。身为仙人秘境，怎么能这么平静呢？是时候给诸位天骄们上上难度了。大人，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。行了，你去看着我小师妹，她可是我的宝贝疙瘩，千万不能让人伤了她一根汗毛。大人，我怕火。小家伙，别那么怕火嘛，你可是有神兽血脉，没准烧2下就觉醒了。加油，我看好你哦。唉，也不知道师兄现在怎么样了，有没有在想我？现在就去。话说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女人。哎，怎么有一股焦灼的气息？这应该是师兄为我加油燃烧的斗志。嘿嘿。狗屁燃起的斗志，这是森林着火了。无数野兽在丛林里奔，身后是一片升腾的烈焰，跑得慢的只能葬身火海，沦为焦炭。月瑶眼神中有一丝慌乱，须臾本能月瑶也跟着凶兽逃跑方向飞奔，慢一秒不是被踩死，就是被火海吞没。这外面的世界也太凶险了，不修仙好歹能活个7、80，修了仙13岁这场大劫差点没躲过去。大傻熊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灵药，那里绝对有灵药。太感动了，终于让我找到灵药了。你是镇北王身边那个小丫？怎么是你？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。嘿嘿，本世子很好奇，将你揉碎了扔在镇北王面前，他会是什么表情呢？是师兄给的剑气。我听到了熟悉的风声，但是那又如何？今日即便剑一站在这里，我亦照杀不误。这凶兽脑子有病吧？最好别让老子追上你，否则剥了你的皮。我给师兄丢脸了，傻熊，你放开我，自己逃命去吧。其实我俩没啥交情的。我感受到风的涌动，也感受到了剑的哀鸣。剑一抬头看向远方，入眼一片焦炭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不过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这个秘境里有一把他能掌控的剑。剑3，风起。抓着月瑶奔逃的大狗熊突然感觉脸上一痛，下一刻月瑶浮空而起，他仿佛失去了身体的掌控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小丫，看你往哪儿跑？手感怎么不对？
该死，一个小丫头怎么变成锋利的神剑？难不成她是剑灵修炼成人？感受到那汹涌剑气，鬼风亡魂皆冒。如此神剑配上这剑气，非摘星不可当。同年龄段的天骄，谁来谁死？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原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凡人之躯执其于天下，求一线突破之法。就连可爱的小师妹，都成为了我手中一柄绝世神剑。剑意，你敢杀我？我爹是镇国元帅。镇国元帅又如何？我娘还是大清女。剑来！哎，我的天女大人，这好像是月瑶，还没筑基，咋的就飞起来了？不愧是天下第一神剑，仅仅是炼气期便有如此锋芒。他日我若是化神入道，岂不是能一剑开天？师兄，师妹啊，你这是咋了？心疼死师兄我了。师兄，我就躲在树洞里疗伤，结果遇到了山虎，逃出来后，我又遇到了你的仇人鬼风，他想抓住我威胁你。敢欺负我家瑶瑶，真是该死啊！此时天际尽头，一座巨大的仙宫显现，最惨烈的厮杀已经开始，众多天骄步步紧让，即将冲向天宫。师兄，我们不去争抢一番吗？目的已经达到，该走了。真正的挑战在外面等着我们。师弟，你们是要离开了吗？差点忘了镇娘们，等下我将这里彻底关闭，里面的人会被永远困在秘境，直到我归兵北上之时才会被放出来，成为我驻星月关的先锋军。师妹，一起走吗？你要想得到仙人传承的话，估计要等很久才能出去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要带走这里的大门。这是要断绝所有人退路，永远留在仙人遗址，这得得罪多少宗门啊？他怎么敢的？介意师兄，等等我。建议你以仙人遗址为饵，世间天骄为宠，仙人传承养蛊，你可知罪？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你不认识我？你居然不认识我？8年前，你随父出征北原，就是我亲手杀了你父亲，还记得吗？原来是你啊！你不应该恨我吗？为何如此平静？还有，你把我的气运藏到哪里去了？镇北王一脉，征战天下，杀戮无数，仇人比我的头发都多。咋的？你要我全都记得？你算老几？镇北王，你设计坑害人族天骄，罪孽深重，罪无可恕，罪该万死。在场各位这些年来杀的天骄还少，说的如此冠冕堂皇，不就是为了让王景轩坐稳皇位吗？孽畜，我们今天不是来和你讲道理的。那你们特么的说这么多废话？大召唤术，锤不打。Hello， 中午好啊，各位吃了没？你变装速度咋这么快？哎呀，别在意这些细节，还是想想怎么解决眼前的危机吧。你又是何人？我名开心锤锤，封号锤王，账号粉丝4500万的大佬。他说的是啥玩意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别扯犊子，赶紧宰了镇北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大佬帮我拦着他们，回头我带100万兄弟给你捧场。欧啦，小意思的啦。10万禁军，拼命不惜代价，给我拦住此人，我们去追镇北王。师兄，我保护你。傻丫头，现在还不跑在这等死吗？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待我筑基之日，便是大清皇城血流成河之时。拦住他！此子肉身血脉不存，身体由剑气凝聚而成。要想杀他，就先耗光他剑气，或是灭掉他神魂。拦住他！此子肉身血脉不存，身体由剑气凝聚而成。要想杀他，就先耗光他剑气，或是灭掉他神魂。你们猜猜，我为何明知道会被追杀，还敢下山？镇北王，废话少说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
你们准备的倒是挺充分。对了，你叫啥来着？赵无极是吧？当年我窃取天道气运，导致你气运枯竭，这些年过得不容易吧？你不是好奇天道气运去哪里了吗？你过来，我偷偷告诉你。剑一话音刚落，周围所有人顿时都停了下来。不仅赵无极想找回气运，在场的修士也很好奇天道气运是如何窃取的，又被藏在了哪里。你们也想要啊？可惜啊，奖励只有一份，真让人为难。大家小心，疯子！这家伙就是个疯子。我生在征战不休的镇北王一脉，却身无灵根。我若想要生存下去，你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变强，哪怕失去一切。属于镇北王一脉的辉煌已经湮灭，而你也会陪着镇北王一脉永远埋葬于此。太苦，此战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参与的。镇北王，你死期到了，反抗也是徒劳，来送你最后一程。一剑云雷动，随一日月明。恐怖的爆炸之后，剑一的身影已经彻底消失不见，对方仿佛化作了这铺天盖地的剑气，无处不在，只有一把普通的长剑斜插在地面。镇北王的神魂被灭杀了吗？剑一哪有那么好杀？若只有如此，当年他早就死在天鹰山了。我可以确定，这把剑上没有剑一的神魂波动。是把好剑，不过可惜剑灵被毁，仅剩半壁锋芒。既然是把好剑，就借花献佛，献给右相。镇北王虽然魔性异常，但也算是一个人物。这把剑就留这里与他长眠于此吧。在历经一场大战之后，只留一把无相剑残存于世。没想到剑气受损，竟然身躯也变小了。只剩下炼气一层了吗？一场战斗居然耗费了我大半的修为，看来10万妖山已经没有去的必要了。即便是赚再多灵石和材料，又有什么用？对我来说，也只是一堆废物。大嫂，好久不见，还安好？你是剑一？大嫂，你好像很怕我。这世上有几人不怕？你们林家人全都是疯子。当初我夫君战死后，为了保住叶儿，我藏到了这里，却不想如今还是被你找到了。剑一，大嫂求你，大嫂不想叶儿和他父亲一样死在战场上。大嫂言重了，我林家所做之事可是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你没去绝境长渊外看，不知道那些妖魔是如何以人族血气为食；你也没生在10万妖山，不知道妖兽是如何随意践踏我人族领土的。起来吧，带我去看看叶儿。娘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好可爱。小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不记得我了？小朋友，我们见过吗？我是你二叔剑一。奴家见过大人。把东西拿出来吧，之前的路断了。是，大人。回去告诉那位，如果我这次没有扛过去，他欠我的不用还了。大人你可以离开了。剑一看着手里的书籍，陷入了沉默。之前的炼气3层都是虚假的，一旦灵气损耗境界便会下跌。如今修仙之路已断，只能至死地而后生。也许恶殍鬼窟之地能绝处逢生。叶儿，二叔要离开了，我留了一本修炼功法在房间里，以后的路如何走，你自己决定。二叔，你要去哪里？傻小子说什么傻话？我身为镇北王，当然是回我镇北王的封地。那二叔，您还回来吗？应该不回来了。你要记住，我镇北王一脉传统，凡未纳入大秦领土，皆属于镇北王封地。你若要找二叔，便去镇北王封地找我吧。启禀女帝，镇北王已经于燕州与南州交界处被刺杀身亡，还请陛下另立太子之位。
既然镇北王已死，那便另立太子吧。诸卿自己商议好后禀报我即可。退朝。建一这混蛋竟然敢带着瑶瑶下山，瑶瑶才什么修为？若是我的宝贝徒弟掉一根汗毛，我扒了他的皮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不然我怕你回了剑锋会背过气去。哎，香香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师父送给剑一一本炼气手册，结果他为了练气，只是你的宝贝小徒弟，将天剑锋挖塌了，而且完事之后两人还跑路了。掌门师兄亲自带人去剑锋抓人，结果抓了个寂寞。你是不知道，掌门师兄气得都红温了，差点明针起手把你剑锋给平了。师妹，咱们已经在这坐了一天了，到底在等什么啊？等个有缘人。哎，这不，有缘人送上门来了。上方的非洲停下，天是我开，此山是我劈，要从此路过，留下大非洲。哪里？师姐，你还傻站着干啥？赶快上去，先控制对方主力。要不你用飞剑先把我送上去。师妹，建议那小子到底是给了你什么勇气？一个练气后期就敢来落打劫。师姐别怕，师兄给我留了一道剑气，一剑能从千山斩北原。唉，我堂堂圣女教天女大人，竟然混成了劫匪。见天上飞船停了下来，赵灵儿脸上也变得认真起来。身为师姐就要有身为师姐的担当，既然已经拦不住了，只能跟师妹一条道走到黑了。妲己，赶快把飞船交出来，否则什么？完了完了，师妹这次师姐是救不了你了，愿天女大人保佑你吧。师侄赵灵儿见过师叔，恕师叔福如东海，寿比青山，延年美貌长存，月月灵时结余，天天喜笑颜开。给我一边跪着去。好嘞，师叔，没问题，师叔。哎，师父你怎么来了？你师兄人哪去了？师兄呀，有狗去了。月瑶将燕州仙人遗址发生的事给穆青师说了一遍，穆青师与霍香脸色同时沉了下来。这次剑一怕是在劫难逃了。若是那小子没了，我们就宰了那几个摘星，给他报仇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大秦敢与我万道生开战？饿死我了，小哥有没有吃的？这个化神修士也不知道饿了多久，连枯叶都往肚子塞。算了，看你这凄惨的样子，活着也是受罪，就让我送你一程吧。我好饿啊，小哥哥，我可以吃掉你吗？阴魂的声音带着无限的蛊惑，剑一此时竟然也感觉到了些许饥饿，这种饥饿仿佛是来自灵魂对食物的渴望，即便他身躯早已异化，却也无法拒绝这种本能的进食欲望。不愧是人类禁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小哥哥，你真的好香啊，我可以吃掉你吗？可是我也很饿啊，我可以吃掉你吗？啊！嘿，这位小兄弟谨守心神，不要被欲望驱使。一声怒喝在剑意心底响起，他躁动的欲望瞬间被压下。剑意抬头看去，只见视线的尽头有一道口而下的古朴剧中。真没想到，这境地深处竟然还能遇到活着的修士。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活人进来了，不知小兄弟如何称呼？我叫剑一，世间第一剑人，无奈天妒英才不生灵根，万般法不入仙门，而今散神弃仙修魂，入鬼道。贫道裴炎良，龙虎门天师，善捉鬼除妖挡魔。小兄弟可想清楚了？龙虎门天师是鬼道克星，这一派隐于修仙界，并没有专门的修行圣地，而是散布于世界各处，其实力难以揣测，没人知道门内有多少弟子，是个极其强大传承势力。呵呵，我还有的选吗？剑一说完，就拿出一个铁锹开始掘土，不大不小的坑，他足足挖了半个时辰，而他的手脚也受禁地侵蚀，正在缓慢枯萎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剑气搭建的身躯，若是真正的血肉，在这里怕是支撑不过一瞬。真是可惜，你似乎出不来，要不就有人给我停。你可知我做出这个选下了多大的决心吗？我辜负了我的红柳家人，也不知道现在他过得。我跟你说，我家红柳长得可好看，而且他也喜欢我。可惜我只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，又怎敢误了家人？那么天师大人，明天见。剧中里，天师正盘膝而坐，他眉心贴着一张黄符，整张脸上布满各种恐怖的裂痕，看起来极为凄惨。本座怕是出不去了，这该死的恶殍鬼窟。不过本座还是第一次见到赶着躺寻死的。剑一陷入了沉睡，可是，一切人与事维持着原有的轨迹转动。剑锋的青竹又重新布满了整个剑锋，而在山口大石头上，时常有一个小女孩在等师兄。还没有回来吗？没有呢，不过我感受到了剑气喜悦与颤凝。月瑶开心的从手心里唤出一缕清风，这清风绕着月瑶手指流动，只是就当月瑶要将清风收时，这缕清风却是突然散了。
兄弟，我说过，这口钟你啃不动。你要是真的饿得慌了，你可以选择去吃掉你自己的棺材板。唉，我也是服了，从这货来到这里，老子就没有安宁过。出又不能出去，全靠这口钟吊着性命。天师忍不住叹气，他已经习惯了剑一的规律，每天起床必敲钟，比太阳还准时，随后就会去找吃的。若他死了，多半逃不掉被生吞活剥的命运。真是造孽！我他妈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不能再这样了，得让他恢复意识，否则我迟早要被耗死。天师强行提起精神，开始诵念道经。各条鬼窟里一直雾气蒙蒙，没有时间概念。钟响即是一天，天师只感觉嘴巴都磨起泡，肚子里的存货也不多了，好像只剩下一本天女宝典。天地分阴阳，女者为阴，阴能生阳，因为只有女人能生孩子。天地间第一个女子便是天女大人。有男人出生时头朝地，摔坏了脑子，天女大人称其为下头男。什么狗屁宝典，简直是离谱至极！要是老道能逃出这破地方，并抓了这帮天女教的，让他们去与那堆慈悲为怀的和尚辩论。却没想到，我的亲生母亲找上门来了。天机子，你确定本地要找的东西在这里？老夫不会算错，这天师谷地可是绝地，圣人来了也不敢进入。女帝确定要以身犯险。拿了本地的东西，除非他逃进时间长河，否则放在哪里都没用。那祝女帝陛下此行顺利。小老头，我怕这些阴森的鬼物，就不进去掺和了。就在王景轩刚进入天师谷地不久，这处禁地外再次来了一个人，正是剑一的徒弟叶白。剑仙叶白，师傅，清风散了，徒儿的断命剑与血杀剑已经大成，只是风起还欠缺火候。但徒儿担心你坚持不住，便提前来了。叶白随手一挥，一滴鲜血漂浮出来，正是剑意自洛无极那偷来的鲜血。因为他坚信洛无极的灵根也是后天种的，他要以洛无极的鲜血重塑肉身。叶白，你那滴血有古怪，那是啥玩意儿？关你屁事！是不关我事，不过老头子我要走了，祝你们玩得愉快。你是北元魔修？你们大群的王刚刚被我送进天师谷地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此时叶白的脸色极为难看。北元魔修以人炼丹，以血修法，为了成仙无所不用其极，是凡人和粮食蝼蚁。一旦某个村子里有一人因经受不了力量的诱惑，那这个村子基本没救了。他就像是病毒一样，不断的腐蚀着人类次序。该死的魔修，我要去星月关看看。是叶白来了吗？这真是一个鬼地方，但不得不承认，确实是修炼归途的无上宝地。剑意打量四周，这才发现来到一处小村庄。奇怪的却是，有幽魂在村里游荡，却对村里的人视若无睹，一切看起来怪异而荒诞。哎呀，有只猪醒过来了。你说谁是猪？我在这里待了很多年，能清醒过来的幽魂屈指可数。你资质很好。大叔真是好眼光。说完，剑一就转身离去。他不敢在这里待太久，每一秒他都能感觉到胃在抽搐，如同火烧一般。小兄弟既然来了，不如就住下吧，这里出不去的。我能进来，自然就能出去。你出不去，不代表我出不去。该死！腹中的饥饿感好像快压制不住了，好像只有在这个村子里才能缓解饥饿。这么快就放弃了？放弃？我不过是饿了而已。村里有我压制诅咒，饥饿感能降低很多。出了村子，以你的修为，的确坚持不了多久。剑一阴沉着脸，若是这样，他岂不是要被困在这里了？剑一索性找个地方直接盘膝而坐，皱眉沉思着解决办法。这一想便是数日。盘腿鬼哥哥，给你地瓜吃。你为啥叫我盘腿鬼？因为哥哥是盘膝而坐，自然叫盘腿鬼。就像舔墙鬼爷爷一样，他一直在舔墙壁。他为什么要舔墙壁？因为鬼爷爷经常打扰铃铛叔叔，然后叔叔就在墙壁上挡了蜂蜜。听到这里，剑意神情一愣，看着地瓜眉头微微皱起。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：饥饿真的是诅咒吗？凡人以五谷为食，野兽以草肉为食，修士以灵气为食。饥饿是身体对维持自身运转的渴望。凡食不能缓解的饥饿，
那只有一种可能，饥饿是来源于灵魂对长生的渴望。这里有能让人长生的宝物。原来如此。闭嘴，否则让你和那老头一样去舔墙壁。舔墙壁不存在，我现在已经破解了天师谷地的谜团，只要将身体进食的欲望与灵魂的欲望相区分，那么在这里我便是无敌了。镰刀鬼，我劝你注意态度，否则我不介意斩了你这把镰刀，看着就碍眼。你可以试试。哟呵，哇！我的，通通都是我的，谁来吃谁。真是晦气，还以为他掌握什么对抗诅咒的办法，原来是骗老子的蜂蜜。是天师的青铜钟，可惜了。若是每个时辰都能响起一次，或许我能找到出去方向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原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凡人之躯进入死亡境地，弃天道而修鬼道。却没想到，我的亲生母亲为了追杀自己，也被困在了死亡境地。又是谁在敲我的钟？还让不让人过日子？建议你给本地出来，敢偷本地的星辰石，我要你死！哪来的疯婆子，赶紧滚开，否则本天师拼着陨落也要和你同归于尽。你不是建议？我们道门修士讲究的是从心，否则容易滋生心魔。疯婆子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哟呵，居然敢对本地不敬，你是在找死！王景轩疯狂地攻击着大钟，奈何这个大钟就像是乌龟壳一样硬，任凭他如何施为也打不破，体力反而在飞快地流失。这个地方实在太过诡异，那种饥饿感完全压制不下去，还是先离这里再说。怎么可能？这里居然无法遇见。疯婆娘，让你欺负本天师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此时王景轩只感觉体内一阵虚弱，想要爬起身来都颇为费力。他连忙祭出水蓝色的法术，这才稍微抵挡住天师谷地诅咒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当年本天师就是被这么困住的。大妹子，我给你说，这还只是开始。随着禁地诅咒的侵入，你会越来越饿，你需要不停的消耗脂肪来抵挡饥饿，到最后瘦的会只剩一张人皮。哎，感情这又是进来了一个倒霉鬼啊！镰刀鬼，你准备好接受我的怒火了吗？有了阴气的加成，剑一的剑气不再是无根符，而是尽显锋芒。小家伙实力不咋的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哇！莫非你是圣人？圣人又如何？还不是被困在了这鬼地方。我说为何世间圣人不出？原来是圣人太浪，给自己困在禁地里了。我好歹这位圣人，不像某人练了一手剑技就开始到处浪，区区练气真是可笑。等本阴神修炼有成，再来找回面子。嘿，才刚成鬼就敢自称阴神，不怕说大话赏了舌头。离开了小村子，强烈的饥饿感再次袭来。不过剑一此时已经有了应对之法，他手持剑诀，数道锻炼剑气开始封锁灵魂部分感应。流水的身体，铁打的锻炼，这玩意儿果然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如此一来，天师谷地岂不任我探索？正在剑一兴起之时，远处陡然出现一抹红衣。这红衣出现后，周围温度瞬间下降，剑一仿佛感觉灵魂都被冻结了。剑一强忍着刺痛，找了棵古树后扛了起来。他似乎在跟踪我，我才离开小山村5天，便遇到了这红衣3次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跟上他，或许会有意外的惊喜。唐君啊，你为什么闭切眼？你又为何生的染血圈？这叽里呱啦说的啥玩意？剑一话刚说完，突然间
一颗头颅倒挂下来，与他面对面，险些亲在一起。兄弟女鬼陶剑一鼻吐气，剑一瞬间感觉精神恍惚。不好，他想要同化我。剑二，血杀。剑一的血杀剑直接穿透兄弟女鬼的身体，但是对方没受到丝毫伤害，双方差距之大，就像是练气期与圣人一般。我操，大意了！36计跑为上策。你特么怎么这么快？剑三，风起。剑气席卷，一阵狂风滥炸之后，依旧未能吹走兄弟女鬼，剑气反而惊动一些沉睡在地下的厉鬼。是谁在打扰本王沉睡？是本大爷干的，你想咋地？我说怎么什么都没看见？原来这里的鬼怪都藏在地下沉睡，还是先锋金扯呼。剑一往小山村的方向落荒而逃，身后的厉鬼越来越多，不过为首的依旧是那兄弟女鬼，好似一位女将军率领鬼界大军。前辈，救命啊！前辈，救命啊！我靠！你特么的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？小烟，快躲起来！盘腿鬼哥哥，你这是干了啥？小姑娘家的，好奇心不要这么重。剑一心有余悸地凑到窗户边向外看去，魔刀男还没反应过来，便与上万厉鬼交上了。无数厉鬼被他一掌开成银散鬼气，弹手间便是大道脑子流转，天空中有神秘符文流动，将万鬼扑倒在小山村外。这场战斗打得昏天暗地，直到最后整个战场上仅有红衣与魔刀男两位存在交战，其他炮灰已然化作漫天洋亮。还好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这小子倒是个人才，以后倒是勉强能追随自己马踏仙界。小烟，有没有吃的？搞2个地瓜来，我们边吃边看戏。盘腿鬼哥哥，这是我最后2个地瓜了。放心，吃了你的地瓜便是成了你的情，来日哥哥忘不了你的好处。曾经有个女孩背了哥哥一程，你知道我答应她啥吗？不知道。送她飞升。哥哥可是个懂得感恩的人。此时镰刀男子与兄弟女鬼在大战一番之后，同时收手。红衣身影飘远，却没有离开，而是守在了村口。魔刀男则是退回了村里。当时对抗禁地的诅咒已经让我费尽全力，而今又被兄弟女鬼堵住村口，现在逃出去的机会更加渺茫了。小混蛋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前辈，我已经睡了，有啥事明天再说吧。你究竟把他怎么了？怨气如此之重。你看看，什么叫我怎么他了？他跟着我一路，我抠他怎么？你怎么抠的？就是这样抠的了。你抓的是哪里？还能是哪里？众恶之源。他的阴气已经侵染了你的鬼躯，怕是这一辈子都缠上你了。好女怕缠郎，还没听过好男怕鬼缠呢。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喂，村口的，闲着也是闲着，跳个极乐净土看看。喂，渣男！镰刀叔叔，你好厉害！这么凶的厉鬼都被你打跑了。丫头，你拜我为师，我教你修行，以后这天师谷地可以横着走。你别看这家伙厉害，但他可教不了你。盘腿鬼哥哥就喜欢吹牛。你看不起我，就这本功法，换你几个红薯我还吃大亏了呢。你这小子心眼贼坏，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丫头，真是世道无常，人心不古。前辈，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退去？办法倒是有一个。快说，是什么办法？把你扔出去。我要是被扔出去，非得被撕碎不可。喂，大美鬼，我送你一本鬼修功法，你放过我怎么样？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而是在给你机会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好，女人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剑一断念，嗖的一声，寒光刺透红雾，在厉鬼大意之下猛地射入他眉心，凄厉的惨嚎声响起。与此同时，红衣身后3道剑气急速而来，断念与血杀，风气缠绕而行，速度快若分为瞬息便至。这是夜白的剑气，其中断念剑气风气刺入红衣内，直接消散；血杀剑气则是化作一滴鲜红精血被剑一射入手中。每次都感觉要了老子半条命。你做了什么？懒得理你。剑一可没工夫理他，他将落无极的那滴精血一口吞下，大量阴气在体内围绕，
这滴精血旋转，最后凝聚成一枚血红内丹。这一刻，他终于知道了洛无极体质，包容万物的混沌体，怪不得能学习万般术法，无物不通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原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凡人之躯进入死亡境地，弃天道而修鬼道，却没想到惹上了境地里恐怖的存在。包容万物的混沌体，怪不得能学习万般术法，无物不通。前辈，给我一滴精血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算了，反正现在也没有办法，只能信你一回了。剑仪接过精血，一口吞下，强劲的圣道法则在体内流转演化，天空中刹那电闪雷鸣，无尽乌云滚滚而来，无数雷电劈向这片灾厄之地。我操！这是天道惩罚。踢呀，有本事就劈死我，反正我无所谓，大不了投胎重来。这是在威胁天道，他怎么敢呢？此时，让镰刀男子更傻眼的事发生了，只见漫天雷霆竟然真的停了下来，而后乌云缓慢散去，天罚竟然真的让他给劝回去了。垃圾天道，我抢了小烟地瓜，他还敢泼我，你也就只有这点能耐。这么骂老天爷不太好啊。有什么不好的？若非他不给我生个灵根，我至于这么折腾？哪怕是最垃圾的五行灵根，所以他欠我的。说的好像还挺有道理的。话说，你打算怎么带我离开这里？前辈出不去，无非是这天师谷地变化莫测，找不到离开的路。但是我却不一样，我有一剑名曰月瑶，此剑就算相隔1万里，我也能感应到它的存在。坐标定位，我要去处理一下小烟的事，毕竟是我第一个徒弟。我给你的功法呢？在弹腿鬼哥的脚下呢。小烟，并不是我非要逼着你修炼，我和前辈就要离开这里了。他留下的阵法迟早有一天会散去，我们保护不了你一辈子的，我们保护不了你一辈子，但是他可以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师傅，处理好吗？村口那家伙怎么处理？无妨，我的剑能快到他反应不过来，到时候你可要跟紧了，走丢了我可不负责。感受到了吗？你别催，剑太远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也是，是我太心急了。对了，你出去以后想要做些什么？当然是正道大帝，飞升仙界了。你呢？当然是马踏仙剑。来。与此同时，万道山剑峰之上，正在竹林间发呆的月瑶，突然腾空而起，一股强大的引力牵扯着他身体欲往北方而去，恰如那日在仙人遗址之中一样。是师兄的召唤。这是那个我永远得不到的女人。师兄不是召唤我，而是要会剑锋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要起飞了，千万别跟丢了。人呢？等等我啊！呀，拜拜。死，给我死！你休想逃！真当以为我没脾气吗？风起，给我吹散来！小娘皮，有种你就追我到青山，看我师父弄不弄死你！我的天师钟呢？道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大胆贼子，休走！感受原始的欲望吧，饥饿。该死！天师钟不能丢！本地真是受够了下贱这群贱民，偷自己珍稀宝石，现在连个破钟也偷。追我，震死你个王八蛋！这样都死不了，看来这天师钟带不走啊！太好了，只要恢复体内灵气，我便能逃离这鬼地方。是天师钟，这小混蛋
可能定是怕了我道门，所以才将天师钟放在此地。我操！有钟声送行，倒也不枉此行。小友，从哪里来，又去往哪里？天机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老头，那一年我在你们圣山祖碑上撒尿，你不是说要将我挫骨扬灰吗？咋的？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啊？天机子面色陡然一变，在他们圣山上撒过尿的只有一人，可那人应该死了才对。数年前，圣子赵无极与数位摘星将其击杀在燕州边界，这事已经传遍大陆。因为这事，万道山木青师与霍香还大闹了一场，两人斩杀了镇国元帅之一，前去救援的右相被霍香从燕州一直追杀到皇城。你不可能还活着！圣子亲自检查过战场，你已形神俱灭。对，我已形神俱灭。镇北王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我们不一定是敌人。你在惧怕我？开什么玩笑！老夫乃老牌摘星，岂会怕你？对了，我将大秦新皇送进了天师谷地，这正是你的机会。我觉得你当前应该先对付大秦，整顿朝中，积蓄力量，然后再图谋青山，最后剿灭妖族，然后再与我北元开战。肮脏的家伙，你还不配！这大秦总得有个人挑起大梁，如此重任，本王这肩上的担子真是越来越重了。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。红柳那小丫头应该已经长大成人了吧？回家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元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凡人之躯弃天道而修鬼道。而随着我正式踏入结丹期，针对大秦皇朝的清算也终于开始。一群不知天高地厚混蛋，凭什么不听本相的？现在皇城里就属本相最能打，惹急了本相，给他们全宰了。谁最能打，就听谁的。你这句话很在理，本帝爱听。前辈饶命呀！你转过身来，看看我是谁。去死吧！你感受过饥饿吗？随着剑意话语响起，已经逃到院外的右相突然感觉胃里一阵痉挛，身体不受控制的从空中跌落下来。此时也终于看到了来的是谁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一尊巨大法相凝聚顺势扑向剑一，看起来凶焰滔天，然而剑一却不闪不避，任由那巨大拳头落在地上。剑一的身躯瞬间就被砸成了血雾。这就死了。血杀！右相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就被血杀剑洞穿身。半空中一缕光团向远处急速遁去，那是右相的神魂，摘星神者，神魂不灭便可重塑肉身。我最喜欢看猎物死前的挣扎。逃吧，你不是这大秦皇城最能打的吗？我倒要看看有谁能救你，谁救你，我就杀谁。凤德兄，救命啊！相爷勿慌，我来救你。摘星初期，瞎凑热闹。父亲，看清楚我的脸了吗？要报仇的话，记得找我。我就是大秦第3任镇北王，明日的大秦新帝。右相逃离之后，再次逃到了一个2品官员的府上。平时两人私交颇好，他现在也只能指望对方家的血脉重宝可以抵挡一二。你叶兄，有人要杀我，快取出你的家族重宝，对方实力至少入道。右相您这是？别废话，我身后有强敌，快取你家的血脉重宝。那什么，相爷，我说的血脉重宝就是我那未出阁的女儿啊！听闻此言，右相面色铁青，一时间场面有些尴尬。就这样，两人大眼瞪着小眼。如果本相这次能死里逃生，定然让你苏家不得安宁。果然是国色天香，你人长得挺磕碜，生个女儿倒是长得不错。这一日，皇城内家家闭户，人人自危，就连皇城禁军也躲在了哨所里，又相当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。
逃到最后已然只剩下绝望。我刚才听说你抓了我师叔，说吧，关哪儿了？皇城12座天牢，我懒得一个个查看，省得制造杀孽。剑一华淡漠轻巧，但是却蕴含着无边杀意。听闻霍香为了给自己报仇被囚禁天牢，他心中很是愧疚。霍香与自己无亲无故，这个恩情他记住了。若霍香若是残了，他养；若是死了，他埋。今天凡是伤了师傅和师叔的人，一个也逃不掉。我要用鲜血在这皇城给他们铺一条赤色大道。夜色来临，但是这座皇城看起来毫无生机。平常灯火通明的城市，如今一片黑暗。右相的神魂也随着夜色华城了点点明光消散不见。一边的剑一的手里握着一本名册，正是右相口述当日大战细节，然后剑一亲笔记录下来的。2年前，巡城司镇守李威程霍香不备用狼牙棒敲他后背。1年前，天策将军及其100名家将用浓烟迷目青师眼睛。你们这些人还真是该死啊！镇北王大开杀戒了，大家快逃呀！他就一个人堵在皇城门口，大家不要怕，一起杀过去。与我无关啊！我向来仰慕青山女侠，从未对她出过手。这里有当初我写给她的情书为证。情书为证？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人仰慕我师父？一阵狂风滥炸之后，皇城内哀嚎逐渐稀疏，渐渐的变得宁静，到最后，偌大的一座城池只剩下一片黑暗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人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凡人之躯弃天道而修鬼道。而随着我正式踏入结丹期，针对大秦皇朝的清算也终于开始。小友，你人也杀了，气也消了，退去如何？阁下，你在此钓鱼，第一竿便上了鱼，你是否还会继续下来？你若现在离去，这大秦的皇位给你3年，可否？你应该知道，大秦面积广阔，别说3年，即便是1日所收资源，也是天文数字。鱼上钩了，阁下还请起竿。若钓上来的是鲫鱼，我便离开继承皇位；若钓上来的是鲈鱼，我便拧下你的头颅喂鱼。男人眼中杀意闪烁，他已经很给剑意面子了，却不想对方如此欺人太甚。可即便心中再如何愤怒，他依然不想动手。修仙是为了成仙长生，何必打打杀杀？哦，小友，你该走了。抱歉，这条鱼太小了，不算数。无耻小人，当真以为我怕了你吗？小子，现在后悔了吧？便在他笑得开心之时，剑一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一手指捅入他的喉咙，随着一阵干呕袭来。别死！你区区结丹境界，怎知入道的强大？即便是有些手段又如何？在我眼里，你依然是只蝼蚁，抬手可灭。废话少说，剑簪风起。哦，你没招了吧？那该换我了。可恶！现在纵使有招，也已然来不及施展。镇北王，我受命大秦诸帝在此镇守，你当真要与我不死不休？你废话太多了。剑一的剑气覆盖了方圆10里，原本垂寂的皇城此时又亮起几点星。有朝中幸存修士及皇城大家族往这边看来，即便相隔甚远，他们依然感觉目光刺痛。是长生林的人来了吗？那疯子究竟多强？如此密集的剑气，真的有人能挡得住吗？人们战战兢兢。原本这世间用剑出众者都会被尊为剑仙，那是对其剑道的肯定与崇敬。哪曾见过这般诡异的剑仙，浑身阴气森森，一言不合就大开杀戒。剑仙超脱凡俗，剑魔狂傲嗜杀。镇北王用剑出神入化，可他不配剑仙之名，剑魔一词倒是贴切。再敢乱嚼舌根，滚死！师叔，别来无恙。你是何人？因为上次皇城大战之后，剑一重塑身躯之后，霍香并没有再次见过他，霍香认不出他来也属正常。师叔，没想到你也会有落我手里的一天。啊，完了，是来寻仇的。
本源枯竭，命不久矣。好个长生灵，好个大秦朱棣！天机子说的对，我若想灭北元，最先要做的便是整顿大秦。你，诸位先帝不回防，神魂都快要消散了，还不消停？表弟，我来迎接你登基了。再往前一步，格杀勿论。表弟，你忙你先忙。大佑，是我出去，条件你提。过肩龙，鬼头刀，小儿只提季绝尘。没想到我被关进监牢这么久，道友还能知道我的威名。我身边缺个侍女，我要你的妹妹季千雪。大友，要不你换一个条件？别叫我道友，本王与你不熟。同意，全都听道友了。剑一将剩余的牢房全部查看后，共计救出了3人，除了季绝尘兄妹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周通。原本3人应该都是入道修为，而今却是掉落到了摘星。不知诸位出去以后想要做些什么？我与妹妹想跟在阁下身边长长见识。周通也愿意追随阁下。我操！这家伙表面仅是元婴期，但是身体里似乎潜藏着未知的力量，他隐藏了境界。二表哥，我观你似有大帝之姿啊。陛下哪里的话，我不过是这大秦平平无奇的一个小皇子罢了。对了，我皇兄已经去了长生林，3弟现身处在郑国元帅雪妖军营，他是也会起兵前往。二皇子这声陛下喊的建议猝不及防，好家伙，自己还没登基呢，这位皇子就迫不及待地喊自己陛下，怕不是这皇位有些烫手。别拍马屁了，若是师叔就不活，我便一把火烧了这长生林。快，傻站着干嘛？请太医啊！殿下，皇城里的太医，昨日有些被镇北王迁怒杀了，还有些今日一早卷铺盖逃了。叫什么镇北王？要叫陛下抓回来，统统抓回来！针对大秦皇朝的清算开始，却没想到师叔为了帮我讨回公道，已经被折磨得油尽灯枯。陛下，或先施本源为封禁之力，服用6品封天丹，或许能有奇效。他醒了吗？已经醒了。说您竟然敢吓唬他，让您进去儿大嘴巴子。这娘们这么记仇的吗？好歹也是师叔，就不能大度些？小混蛋在门口鬼鬼祟祟干嘛？还不赶紧滚过来！师叔啊，是我连累你了。我看你小子现在翅膀硬了是吧？还敢吓唬我？是不是以为毛长齐了，自己就可以雄起了？你师父的温柔贤惠是一点没学到，竟是学了些一堆臭毛病。那个师叔，你确定温柔贤惠这个词是用来形容我师父的？唉，算了，你还活着就行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当初我和你师父说好的，谁被抓住只能算自己倒霉。我和他早就想到大秦大闹一场，这事和你没有关系。别看你师父逃回去了，他没准比我还惨。师父究竟怎么了？竟然比师叔您还要惨？莫非是被人侮辱了？就他那暴脾气，本来就嫁不出去，若真被侮辱了，还不得杀个千万人泄愤？小混蛋，敢这么背后编排我闺蜜，当我不存在啊？表弟，你去找一些固本培元的丹药，先吊住我师叔的命，然后动用手里所有力量，全力寻找6品丹药。陛下放心，臣弟定当全力以赴。行了，就先这样吧。去乾坤殿。诸位，有3件事需要你们去做。第一，全力寻找6品封天丹，若是找不到成品，给我单方也行。第二，传令冷少撤军，停止封锁青山。第三，即日起各州备战，除了本州防卫提升之外，抽调8万筑基修士进驻绝境长渊，6个月后北伐封魔山。我知道你们并非真心服我，你们不过是在等待长生灵显圣，亦或是雪妖军入京平叛。但在这之前，若是在场有人对我安排之事倦怠拖沓，杀无赦。对于剑一的安排，殿内群臣是敢怒不敢言。那些敢言的现在位置都还空着。大秦哪次朝会不是人挤着人？这次稀稀拉拉的，让乾坤殿显得很是空旷。对了，左相魏庄是我的人，将他给我找出来。你确定这令牌真是皇城送来的？回禀元帅，千真万确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皇城哪有入道强者，还想哄骗本少？据探子汇报，3皇子已带领100万雪妖军杀向皇城。我操！
他真的血洗了皇城。从雪瑶那边传来消息，皇城一夜血流成河，半数世家与朝臣烟消云散。另外，新皇令大帅撤军，召众州之兵备战北原。镇北王做皇帝，这天下要大乱了。大帅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，当立不世之功。传令下去，整军开拔，进军绝境长渊。陛下，是否要让沿路州郡阻击雪瑶大军？不用了，所谓100万大军，都是一些低阶修士，即便组成阵法又如何？我一剑便可破之。有6品封天丹的消息吗？我搜遍了大秦宝库，也仅仅找到了这么一张丹方。我已派人联系万道山，剑仙李逍遥与道一正在赶来。这不正常，师傅竟然没来，他究竟在干嘛？不管自己老闺蜜，难道这中间有什么隐情？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办。陛下请讲。你巡些酒馆，找那种说书的，将我的形象进行包装，就说我。总之，寡而告之，重点凸显飘逸不拘，洒脱出尘。陛下放心，此事包在我身上。公子真的相信此人吗？相信个锤子！我只相信自己手里的剑。千雪，你安排一下，给镇北王府送去几个婢女，挑些机灵点的。3日后，万道山的人总算赶到了皇城。刚一到皇宫，李逍遥就迫不及待地冲进了货箱房里。至于道一，则是被建议揪了过来。老头，我师父为何没来？你师父师姐之前便去天渊谷漏了，说是镇国元帅天狼年轻时暗恋他，去找他帮忙救货箱，还没回来呢。天狼年轻时暗恋师父，我咋就这么不相信呢？却没想到，我刚成为大秦皇朝的皇帝，就将遭到100万大军的围剿。哎呦，终于舍得下山了。没良心的东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若想来，那狗屁楼上能拦得住你？师妹，我也要考虑青山未来。闭嘴，没种就是没种，还敢找理由？都怪师傅死得早，所以我货箱才没人管没人疼。师傅家的那混账也是个王八蛋。自从师傅死后，他从未来过万道山。我被抓了，他假装不知道。你们都不是好东西。屋内货箱越骂越气，刚开始骂李逍遥，然后骂他失仗，再然后牵扯上了万剑门全体，最后总结全天下没一个好男人。师妹别搭理他，别搭理他。老头，今晚的夜月颇为撩人呀。的确撩人，就是有些红肿。现在是白天。李逍遥没有再理会两人，他平静走远，建议两人却是没发现李逍遥离去的方向，正是长生林的方向。录下来了吗？让我看看，我的只有侧面。别急，都录着呢。世人皆说我李逍遥已摘星，却无人知道我摘了多少星，又入了多少道。太久没有出手了，久到我手中的剑不知何时已经失去了锋芒。破天势，何人胆敢擅闯长生林？青山封天一脉李逍遥前来见问大秦诸位先帝为何欺我师妹。我去，这是地震了。逍遥师叔出门多久了？昨晚出去的，得有数十个时辰了。我擦嘞，他不会是去单挑长生林了吧？死定了，他死定了。算了，反正迟早要与这群老家伙做上一场。等我啊！有趣，没想到青山封天一脉竟然出了个剑道天才。他的修为有些古怪，初看是摘星，隐隐又有入道气息散出，似乎不是隐藏修为，而是同时拥有好几个修为。既不是我皇室中人，朕杀便是。我曾已入道，后觉那条道不对，便又封了重修，后又入道还是不对，便又在。那条大道虽不对，却也极强。今天是一起出手，镇杀此僚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快的剑？
走出去极远的李逍遥顿了一下，他低头看了眼胸口处，那里不知何时插了把长枪。不过对于这些，他似乎都不怎么在意。师傅说过，人可以死，命可以丢，但师妹不能哭。我没有做到。师妹骂得对，我是个懦夫。战天誓。王望小二胆敢来犯长生岭？我只问尔等，为何欺我师妹？不入道，皆为蝼蚁。蝼蚁与我等登仙尚有用处，是他的福分。好一个登仙，好一个福分，等真是说话不要脸，无耻至极。冥顽不灵。大秦新皇驾到，红瞳闪开，前方的圣人别挡道，否则斩了你。随着话语响起，天空中一只猩红的眸子睁开，这只眼睛直视着前方无尽丛林，冰冷而淡漠。长生陵一处山顶宫殿外，几名入道强者脸上带着骇然之色，那只眼睛给他们一种来自九幽的阴森感，让他们机体生寒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像是法相，亦或是深渊邪魔。这似乎是一颗金丹，道友可是从青山而来。我自地狱而来。势均力敌，对方实力不简单。情况怎么样了？点子扎手，一尊圣人，9个入道。王道阳不在这里，他们人还未到齐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无妨，直视他，莫要露怯，我来演他。银月大圣，对方什么底细？实力很强，若是硬拼，我与他倒可全身而退。你们怕是会殒命于此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无妨，莫要露怯，我来演他。阁下门徒擅闯长生林，杀我大秦入道3尊，此事总得有个交代吧？好家伙，不愧是青山剑仙，一出手就斩了3尊入道。即便今日他死在这里，有了这3尊入道兜底，血赚不亏。杀就杀了，你当如何？道友，圣人不理世事，不问江湖，超然物外。你贸然进入大秦，可是越界了。越就越了，你又当如何？道友，我与你好相商量，你却话语尖锐，你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。我与你好相商量，你却话语尖锐，你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。本地一向如此，你能奈我何？你说让我莫要露怯，你来演他。合着你就是这么演的？斗杀！把李逍遥带走，剩下我来。这活真不是人干的。小子还活着吗？还死不了，还喘气就行。上来吧。银月大圣，就让他这么将人带走吗？这混蛋就不能给自己一个台阶？这让我以后怎么服众？让我威信何存？王望，真当我长生林无人了吗？不好意思了，镰刀哥，还请麻烦你背个锅。剑意掏出一块巨大的磨刀石，向着那月亮砸去。这磨刀石还是离天师古地石，趁镰刀男不备顺来奈，其上刀气叠了一层又一层，已然成为一件圣人法宝。洪峰谷刀圣，安敢插足我大秦之事？奇了个怪，我堂堂圣人怎会？真是怪哉，怎么有因果缠身？为何大秦一月圣人会记恨上我？我也没惹他呀。算了，想不通的就不想了，还是先回家。风柳啊，你爷爷回来了。完蛋了，圣人出手了。有我在，你慌个锤子。老头，走你！人我就走了，你又能奈我何？剑意身上阴气弥漫，红雾缭绕，不说实力如何，单是这惊天气势，看起来就一副不好惹的样子。看到李逍遥被救走，不知为何银月大圣竟是松了一口气。人你既已救走了，为何还不退去？不对啊，这就完了。对方不是应该暴怒出手，与自己不死不休吗？银月大圣，
莫非此人修为比你还高？他只是结丹，不过有其他圣人来了。所有人全部退走。两位，你们越界了。音乐道友多心了，我家小贝在外惹事，我们就是过来看他而已。你们继续，我就看看，绝不动手。这是靠山到了呀，自己这边战力2胜半，对面一个圣人加一群蝼蚁，赢面9成8，胜利在我。老头，可敢一战？我去让你上你真上呀！不是，你抓我干嘛？对方是圣人，你虎啊！没事的，师祖，我已探出了对方虚实，不过是一个新晋圣人，能杀你们2人为我略阵就行。这小子谁叫出来的？青石那丫头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性子倒是有几分相似。师祖，快放开我！一会儿他跑了。此时银月大圣面色铁青，2尊圣人也就算了，一个结丹修士也对自己喊打喊杀，即便他在怕死，也感觉面子有些兜不住。简直岂有此理！陆长远，你放开他，本圣倒要看看他如何杀我。银月，我们见月前来，仅为接回小辈，并无意与大秦诸帝开战，就先告辞了。哼，这小混蛋还真是想弄死本圣。等我大秦诸圣回来，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银月大圣转身向前面走去，却没注意到的是，他的后背沾着一缕不属于他的银白发丝。回到大秦皇城，龙岩州就去看霍香去了，他便是霍香嘴里那个没良心的师长。呵呵，又来一个挨骂的。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事？别与我说话，我们不熟。真是油盐不进，你看看谁来了？这谁家走丢的大美人竟然跑进皇宫来了？美女，面试宫女出门右转。不对，她身上有我给月瑶的剑衣。你是谁？你把月瑶怎么了？二师兄，你混蛋！不对啊，以前的月瑶是个小矮子，现在这么高，修为也不对。以前的月瑶才练气7，好家伙，现在都元婴了，只能说不愧是先天剑体。牛逼！说完剑衣就想伸手过去摸，只是被拍了回来。二师兄耍流氓！真的是月瑶，这丫头怎么变化这么大？明明小的时候脸庞肉嘟嘟的，这肉都掉到胸口去了吗？哼，师兄还是这么不靠谱，白瞎了自己的感动。原本想说的一肚子话，现在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了。师兄，师父和师姐出门了，一直没回来，我一个人在山上提心吊胆的，掌门师伯也出去找他去了，也没有回来。说着说着，月瑶竟是委屈哭泣了起来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在我师兄院子里？我是公子师女。哼，可笑，我师兄一向独来独往，可没有收侍女的习惯。你眉若桃花，眼似星辰，顶着一张狐妹子脸，莫不是接近我师兄另有企图？我是你师兄抢来的？胡说，我师兄光明磊落，心怀正义，见不得人间疾苦，岂会强抢娘家妇女？我劝你离我师兄远点，我红柳姐姐可是化神修士，杀人不眨眼的。我是摘星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凡人之躯弃天道而修鬼道。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我才刚踏入结丹境，却叫嚣着要把圣境强者斩于马下，气得对方差点七窍生烟。小子，你知道动了大秦皇朝对长生林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哼，虽然他们平时不怎么在乎大秦，可大秦却是他们的根基，是他们培养入道的温床。师祖，我只掌管大秦半年，灭了封魔山我就回宗门。陆长远眯眼打量着剑一，他不明白这小子为什么如此执着绝境长渊，那里究竟有什么？打量了半晌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。莫非当初你父亲征战北原是你出的主意？的确是我力劝父亲北伐，可是你那会才8岁呀。当初大秦镇北王轰轰烈烈的北伐，那一战几乎打光了大秦世俗界大半家底，曾经权倾朝野，力压天下的镇北王府更是打到最后名存实亡。
只剩下一座破落府邸。那一战虽葬送了半个大秦，可却还是胜了，虽然只是险胜。你小子没发烧吧？当初出动20尊入道，30尊宅性，化神金丹更是数不胜数，随后却只你还有一些散兵回来了，这也叫险胜？我清醒得很，虽然只是险胜，但是我把想知道的一切用刚换的新相机全都拍了下来。喂，我在和你说正事，你臭小子居然明目张胆的给我打广告！剑一没有出声，只是目光悠悠看向北方，像是回忆起了那一场惊世大战。那一战的确是胜利了，而他出兵的原因皆是因为气运之子在北方，气运之子修魔道。当初虽胜了，但是胜得不彻底，所以我还要再打一次。师祖，你不用劝我，这一战我如何都要打，即便我不是这大秦的皇，即便一去不回。罢了罢了，你的这些破事我也不想问了。该死的洪峰谷，该死的万道山，该死的万剑门，待我诸圣归来，定当扫灭二等！银月大圣骂骂咧咧，神情很是愤恨。他却没有注意到，不知何时一缕银白发丝已经顺着他后背爬到了头上，然后锋利的剑气刹那爆发，竟是在一瞬间将他头盖骨悬了下来。一声音爆响起，这头盖骨竟破空而去。无耻小儿，承老夫炼气之事偷袭，不讲武德，胜去死！所有人检查方圆10里一切事物，把他给我翻出来，都给我翻出来！第二日清晨，在皇宫后花园，剑一拿着一个小锤子在敲敲打打，像是在练气。他神色认真，时而蹙眉，时而沉思。这小子不撒泼，认真起来倒是颇有几分持重气质。你这玩意儿哪里来的？陆长远说到一半顿感不对，这古碗里竟蕴含了圣道气息，若是陨落的圣人骸骨也就罢了，这古碗竟然还残留生机，能不断提升威能，这似乎是从一尊活着的圣人头上刨下来的。臭小子，这玩意究竟是从哪儿弄来的？烦不烦？我忙得很，一旁玩泥巴去，哪有空搭理你？师祖，昨晚师兄去了长生林，我看他回来时手里便多了这个碗，可吓人了，上面还沾着些白色毛发。陆长远愣住了，长生林里还能有谁？定然是怀月大圣被掀了头盖骨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好像还有事情没有做，我就先撤了。师祖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家，我想山里的孩子了。小瑶，你要与我一起回去吗？师兄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剑锋上空荡荡的，我才不要回去。也罢，那师祖就先走了。师兄，师祖好像有些怕你。师妹啊，师祖已是圣人，世间巅峰，他能有什么怕的？陆长远的飞舟消失在远方天空，另一面地平线上却是出现了一个晃晃悠悠飞来的酒葫芦。我去，怎么把道一这老小子忘记了？以血铺路，寒冻3尺镇师傅，血妖君来了。小子，你这下麻烦了。飞雪所到之处，血妖君1日内便会到达。100万兵甲可屠圣，寒冻3尺镇尸骨。你这皇帝梦怕是到此为止了，还是随我回青山吧。很麻烦嘛，不过是耽误些我些许子弹的时间而已。吹，你就使劲的吹，倒是看看你要怎么抵挡血妖君。那你得搬个大西瓜，看好了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南伯，这些雪不用在意，待太阳出来，它自会融化。少爷何时会出太阳？你这几日仔细听，风声响起的时候，太阳就会出来。少爷又在骗人。少爷，这次要上香吗？上一次来时前路断绝，而今自己已然结丹，倒也可以上炷香告知父亲。父亲，孩儿有出息了，我如今已是这大秦之皇。南伯，去将我父亲牌位扶起来。少爷，你当皇帝就当皇帝，你跑来祖宗面前炫耀什么？这不是故意气他们吗？父亲，我已下令半年后北伐封魔山，你且在此坐看世间风云，待我灭了那魔教道统，取100万魔修之血再来祭你。气少我也，我当皇帝你有意见，我北伐魔修你也有意见，你到底想我干嘛？南伯，这共州不平，换个青铜的，所有牌位焊上去，给我焊死！即便这皇城倒了，我不能让他再倒。不为列祖列宗，小少爷从小脾气就这样，你们不要怪他，他心里苦啊。
白茫茫的大雪中，有一队队飞舟向皇城而来。最庞大的一列战舰上竖着一面大旗，旗上是用血书写有2个大字“吴江”，这是曾经镇北王府的军旗。镇北第5军10营百夫长程一觐见先皇，请朕杀敌。镇北第3军3营营长张超，请朕杀敌。第2军神火营营长李靖，请朕杀敌。无边的呐喊声在城外响起，其声音震动九霄，即便是这漫天风雪也散去了些许。皇宫城墙上，二皇子凝重地看着城外，他没有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依然还能见到吴江战旗。此战是越来越有看头了。这位皇子，你不会是在憋什么坏主意吧？这位师妹说笑了，我一没有军帅依附，二没有高深修为，我能打什么坏主意？你长得贼眉鼠眼，可不像是好人呐。我呸！在你眼里，就你师兄是好人，一个血洗皇城、先圣人头盖骨、练妻的好人，最讨厌这种双标女。奴家拜见公子。回去跟他说无需帮忙，我现在是结丹期，区区雪妖军不过是些许风霜而已。奴家遵命。陛下，城外来了数支大军，打的是镇北军旧部旗号，当如何安排？让他们在城外等着吧，我这就过去。镇北军预备元帅，军谋建一，准备战扫雪。回来了，全都回来了。那熟悉的嘶吼声，那开疆铁蹄，诸国梦魇，随着他们的王儿回归，或许他们一直都在，一直在等那个男人历劫归来。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！感觉青春又回来了。今天喝的酒水味道怎么有些不对？道义拿起酒葫芦凑到眼前，往里面看去，顿时神色一愣。只见葫芦中那如湖泊浩瀚的酒水里，一个身影正泡在酒水上，满脸通红。入道剑仙泡酒，完犊子怎么把这家伙忘记了？吾等拜见军帅，愿与军帅共抗雪妖军，此战不退。吾等拜见军帅，愿与军帅共抗雪妖军，此战不退。吾等拜见军帅，愿与军帅共抗雪妖军，此战不退。建议嘴角裂开，放声狂笑，开心到嘴角扯到了耳根，开心到笑容牵扯出一滴滴眼泪滑落，这些眼泪触碰雪地，荡起了一层阴气。曾经的军帅是大哥，是父亲，如今总算轮到我了。诸军尔等急来，本帅今日就送你们一场大胜，为吴将军旗接风洗尘。剑2血杀。上次在青山让你逃了一次，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就不了你。剑2血杀。姑父啊，你也太过谨慎了，如此之远就启动风雪大阵，待大军抵达皇城，怕是整个皇城都要被掩埋在这积雪之中了。殿下，行军打仗还是小心些为妙。姑父教训的是。哟呵，姑父，你看前边还有晚霞相迎，这是吉兆啊。哪里？齐了锤子，那他们的是剑气，密密麻麻的剑气。改变防御阵型，全力抵挡。剑来！巨剑刹那斩下，战舰凝聚的阵法被从中间一破而开，数十艘战舰在阵法破碎瞬间被血色长剑一分为2。我的腿，我的腿！救驾，快来救驾啊！三皇子朝着天空中剩下的战舰大喊，可是现在谁都没有空搭理他。堂堂大秦三皇子仿若被人遗忘了，便在这绝望之时，他身后突然有一个声音响起：“殿下，我来救驾了。”哪里？听说你之前想娶我师姐，你打算出多少彩礼？500万离师。我操！师姐这么值钱的吗？我可是剑锋唯一的男丁，这样算来，师父500万，师姐500万，师妹500万，那就是1500万。看来这事回去以后还得好好谋划一下。至于你妈，还是好好享受我送你的礼物吧。什么礼物？剑一指点在三皇子眉心，无数血杀剑气爆发，冲入对方身体。刹那，三皇子一身修为被废得一干二净，就连灵根也在这一指之下崩碎了。祝你有个愉快的体验，拜拜了您嘞。他放过我了，这些人放过我了。三皇子欣喜的情绪刚刚涌起，腹中饥饿感刹那袭来，就连看一块石头都觉得眉清目秀起来，抓起石头就往嘴里塞去。当他再次去抓石头的时候，才发现整张手已经被咬断咽了下去。一个废掉修为的凡人，看你如何抵挡天师谷地的诅咒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剑不会直接将雪妖劈死了吧？那倒不至于，不过劈死个三皇子倒是绰绰有余。
劈死了正好。那小瘪三屁点实力没有，整日倒是跳脱。诸将听令，所有战舰呈一字排开冲阵，火力覆盖敌舰，释放廖基傀儡侦察，所有士兵披甲，准备离间轻访残敌。军帅，雪妖军出临皇城，风头正盛，更是以风雪开道，气势强劲。如此安排是否不妥？50万对阵100万，本帅还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，无需顾及，优势在我，冲他压的就对了。末将领命，全军出击。三皇子人呢？林大帅，我刚看到殿下掉下去了。你看到他掉下去了，以他压的就这样看着，留下1营之人救援，其他人开启冰雪屠圣大阵，随本帅杀进皇城。无数战舰位置变化，一个巨大的法相拔地而起，带着滔天的凶焰向皇城斩去。公子，您不出手吗？我需要熬练一下这批镇北军旧部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战场杀戮。若是现在打个雪妖军都没用处，以后如何拉去绝境长渊面对一域魔修？师兄，给我安排个任务呗，我也要上阵杀敌。哎呦，500万，这战场风沙大，你咋来了？什么狗屁500万！我要去上阵杀敌，我都已经元婴期了。月瑶虽是把绝世好剑，却还没开封，也还没经历过打磨，这样的剑锋锐有余，杀气不足。若是能磨上一磨，师妹拿着，洗澡的时候就用它搓澡。师兄，你让我用石头搓澡？我倒是忘记了，磨剑可是讲究手法的。师妹啊，你下次洗澡的时候叫我去给你搓。师兄，我要告诉师傅，你又欺负我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，你不要诽谤我。就有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凡人之躯弃天道而修鬼道。却没想到，我刚成为大秦皇朝的新帝，就遭到了雪妖大军的围剿。镇北王交出大秦皇位，不然今日是你的死期。不愧是雪妖军，果然有些门道。你们2个莫要靠近战场。雪妖，你看看这是谁？该死的镇北王，这可是我妹妹在世上唯一的血脉，我要杀了你！怎么和我预想的不对？雪妖应该是想通过三皇子控制大秦无望，心生退意才对，怎么还和我杠上？既然你要战，本帝就奉陪到底，就看你能不能接得准。剑1，断念；剑4，伤；剑2，血杀。狂风乍现，吹得漫天白雪飘飘，也刮走了无数血肉残骨。掉落在地的雪妖眼中闪过一丝清明，面色绝望地向四周看去，遍地哀嚎，尸横遍野，到处都是残破的战舰。这是什么剑？那一年，我算出北原有气运之子诞生，整日夜不能寐，于是悟出了第一剑，名曰断念。此剑用于心念，可助眠。但我并无灵根，家里人人皆可修炼，蚊虫无法近身，唯独能吸我的血。于是悟出了第二剑血杀，他们吸我的血，我便控血要他们的命。大哥父亲常年在外征战，说风起之时归来，便有了第三剑。你这个人可真是复杂呀，身体斑驳如碎末拼接，心思亦是混乱如杂念堆砌。不过我已经知道战胜你的方法。我知每一剑，剑剑皆宿命，你输给我也是宿命。宿命吗？来人，厚葬镇国神帅雪妖。随着雪妖的阵亡，残存的雪妖军已经不足为惧，无数战舰退下战旗投降，也有部分战舰在向南溃逃。兵卒降者不杀，逃者通通厚葬。师兄，你没受伤吧？没事，我只是有些累了。陛下，我家冷少军帅说了，此战打得很好，这是给你的打赏。听到有礼送到，神色萎靡的剑一突然一愣，他一把推开挡在身前的月瑶，急忙接住飞到眼前的储物袋，神念往里一扫，好家伙，足足有100万冲灵丹。感谢冷少，感谢啊！敌人剑气稀薄无力，就靠这冲灵丹维持体力。回去告诉你家大帅，有此丹药，我能再斩敌手100万。若是你家大帅觉得雪妖军人头不够，你让他指个方向，从青山斩北原，风起之处皆可斩。要不我现在就给你表演一番。
陛下礼已送到，属下还要回去复命，便不多留了。阿伟，别走啊，我给你打个7折。我给你丹药，你给我表演。师妹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咱们是师兄妹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师兄，我钱包呢？你快还给我！什么钱包？师兄，你的储物袋呢？打开来我看看是不是藏里面了。什么储物袋？亲学姐，你刚才看到了吧？师兄把我钱包拿走了，不认账。什么时候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莫非是自己记错了？走的时候太急，钱包落在山上了。该死，镇北王怎么会这么强？不愧是剑魔，真是凶厉。此人竟如此贪婪，连自家师妹的钱包都不放过，得让主上早做准备了。这热闹好看吗？看就看了，还敢骂我？陛下饶命，我乃凉州贺帅亲卫，只为道贺而来，无意窥探。属下幽州刺史安远前来亲见陛下圣颜。其他还藏着的，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吧？这是什么怪物？咦，发现一个北原探子，哦豁，还有一个蛤蟆精。那眼睛不停地在空中转动，每看向一个方向，便有一道血箭呼啸而出。血箭走过之地，不断的有惨叫声响起，如同死神在点名一般。凡是被他盯上的探子，皆被一箭毙命。真是该死，天尊！师妹，你去将那个北原探子的手机取来，我便送你一个宝贝。我就是个北原探子，我现在可是元婴期。今天那个北原探子死定了。你给他安排的磨刀石是什么修为？摘星巅峰啊！咱家月瑶要磨剑，当然得选个头硬的。这次没有入到探子，要不摘星还不配我家月瑶出手。完了，这小妮子要被坑惨了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原。郑国神帅却以为我是无法修炼的男人，出动100万大军围剿皇城，却没想到100万大军被我一剑破之，吓得各国密探肝胆俱裂。北原魔修10万妖山，竟也敢踏足大秦地界，谁给你们的胆？混蛋白虎妖王，让我来刺杀这玩意，这遭猪瘟的坑死爷了！蛤蟆精一边飞逃一边破口大骂。之前在10万妖山时，一群妖王忽悠他，让他趁两军大战时前来刺杀剑一。谁知道这货那么生猛，一剑破100万大军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出手就被盯上了。妖怪，你看热闹付钱了吗？镇北王，你不去镇压残余的血妖军，你追我干啥？人呢？刚刚明明出现的，难道我眼花了？不管了，藏起来，赶快找个地方藏起来。躲起来了吗？剑刺伤。完犊子了，被发现了。喂，你可以炖汤吗？炖吧，毒死你个王八蛋！在剑一抓住蛤蟆精的同时，另一边被血杀剑气击落的魔修男子掉落在一个破庙中，在一个空的石像位置坐了上去，然后周身有灰雾涌动，这些灰雾在他身上凝结，形成了一层石皮，半晌后便凝结成了一尊宝相庄严的佛像。太恐怖了，还好那货先奔着妖族去了。妖魔，我已经发现你了。狗屁的发现了，忽悠谁呢？当老子是3岁小孩。小姑娘，你是什么修为？我元婴期，前辈你呢？我摘星巅峰。如果我说这只是一个误会，您会相信吗？区区人因，砍了我还想逃？飞出数百米的月瑶只感觉身后一阵寒意袭来，他当即扭头一看，顿时吓得6神无主。只见那魔修抄了半截佛像，煞气滔滔而来。给我去死！谁家修士出门在外带这么多辟谷丹的？去死去死去死！随着月瑶的骂声，前方再次有2个东西飞来，一个梳妆镜，还有另一子辟谷丹。月瑶不停地掏着东西往后砸，眼里满是肉痛之色。这女娃出门在外带的都是些什么鬼东西？这狗屁磨刀石啥时候又在我怀里了？我勒个去，圣道法则！魔修根本来不及躲避，他的身躯被这一石头砸入脚下山体，一时之间轰鸣爆炸声不绝于耳，脚下山川层层崩裂。飞行中的月瑶停了下来，错愕地看着脚下那个天坑，无数烟尘滚滚而起，一时间竟呆住了。完了，我的搓澡石！
与此同时，相隔数十里之地，一辆正往皇城而来的飞舟突然停了下来，半晌后调转方向往这边而来。师父，我感受到了爷爷的刀气，是刀圣吗？红柳，你且开慢一些，师父回仓打扮一番。爷爷是你吗？谁在叫我？玉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咋的搞成这副狼狈样子？红柳姐，师兄他欺负我，他在院子里养了个小妖精，还抢我钱包。小妖精抢你钱包？没有，师兄抢的。多年不见，这家伙倒是长能耐了，竟然还敢偷偷养女人了，看老娘不把他皮给扒了。小瑶，回去姐姐给你出气，打死那负心汉。说着，他看向月瑶搬开的大坑底部，那里正有一块脸盆大小的磨刀石躺在其中。他缓缓走近，用手在磨刀石上感应了一二，果然是爷爷的气息。小瑶，你在找的就是这个？对啊，这是师兄给我的搓澡石。完了，这块磨刀石是剑意带来的，说明他与爷爷应该是见过了，只是不知两人相处如何，但愿两人没有打起来吧。刀圣前辈在吗？如烟前来。刀圣前辈人呢？红柳姐，那是谁？不认识，大概是路过的吧。你最好老实待着，我在你体内藏了大量剑气，要是敢逃跑的话，你懂的。记住，要是招不来财，我一样炖了你。现在把你的胃袋掏出来一下，我要给师妹炼制一个储物法宝。蛤蟆精苦着脸，从嘴里吐出了一个圆圆的气泡，这可是他的天赋神通，丢失了不仅实力大跌，想要再炼制出来更困难。可如今哪里还有得选？建议收起胃袋，进了房间。很快里面就传来了敲敲打打的声音。不多时，院外二皇子带着一众大臣走了过来。这里怎么会有一只大蛤蟆？难道是在要讨要零食？别人打工都是有工资的，我们打工见老板还得掏零食，简直可恶至极，倒行逆施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原。郑国神帅却以为我是无法修炼的人，出动100万大军围剿皇城，却没想到100万大军被我剑斩之，吓得各州官员纷纷送来贺礼，请我尽快登基皇位。陛下，各州大吏已经进京，请求陛下尽快登基帝位。郑国元帅和四皇子等也均有贺礼及信件寄来，让他们等着，等本地完事了再说。好吧，交了零食，连人都没见着。就在这时，院外道一的身影匆匆赶来，他看起来神色有些急切。蛤蟆精眼珠子一转，急忙跳到路中间。道一一脚从其身上踩过，后者顿时半边身体都卡进了砖缝里。小子，出事了，你快来看看！慌什么慌？到底啥事快说，我忙得很。你快看看我酒葫芦里躺尸的那家伙！剑意凝神向葫芦里看去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只见酒葫芦里李逍遥身躯浮肿，整个人大了一圈，其脸色微白，肚皮高高拱起，估计都快过头七了。你回来后没有把他放出来吗？那个，我怕他揍我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老头你摊上事了，你这是残害同门，等着在监狱里关一辈子吧。那这可怎么办啊？他堂堂入道剑仙，总不能被酒淹死吧？要不我发个视频向宗主求救吧？别慌，小爷有个现成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说快说！将这酒葫芦带到天师谷地里埋起来，没准能活。我呸！你小子能靠谱点吗？这是什么老石子阴间办法？就在他们争吵时，他们都没有发现，此时李逍遥体内有条条道子在流转，无数酒手凝成剑气在肆意流淌，这是要踏入入道的节奏。这蛤蟆好聪明哦，饿了还知道找人讨吃的。小妖一粒辟谷丹，能晚10天饭，你这样会把他撑死的。是吗？我平时都是拿当糖豆吃的。小子，洪峰谷那女娃来了，你不出去看看？我一身阴戾气，扮富贵神躯，朝朝无前路，又怎敢误佳人？建议你个负心汉，给老娘滚出来！还敢包养小妖精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哪里？不是说藏了的小妖精吗？咋跑出来的是个老头？前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招谁惹谁了？门牙掉了，酒壶破了。前辈抱歉，我不知道屋里是你。
不是我是谁，还能有鬼不成？不对，好像还真有鬼。那小子就在屋里，你自己进去与他好好谈谈吧。谢谢前辈。破雷的去，月瑶你在干嘛？你别用针戳他肚子，会爆炸的。院外传来一声轰鸣，隐约中看到一只翻着白眼的癞蛤蟆被卷上天空，原地腾起了滚滚浓烟。你这些年去哪里了？去寻一条路。那你寻到了吗？寻到了吗？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看不到路，但我踩过的地方都是路，可路上只有自己一个人。我可以陪着你一起的，你到哪我到哪。好了，红柳，放开我吧，我的阴气会伤到你的。我不，我就不。数日后，乾坤殿，二皇子护着众臣商议新皇登基事宜，有众多仪式要进行，还要安抚各州郡。而今雪妖军覆灭，寒雪山脉也需要新军镇守，镇北军救不归来，还要再立镇北军旗。在得到上天的认可后，会得到天道降下的赏赐，这也是为什么皇子们要争夺皇位的原因。那个，我能不去天路吗？我和天道那老帮子不怎么对付。陛下，这已是大秦传统，若是没有上天敕封，大秦1万万百姓不会归心。不敕封就不敕封，搞得本地稀罕事。谁要敢不服，我把他们全砍了。陛下，这万万不可啊！大秦子民1万万，您难道全砍了？真是麻烦，那就先去看看吧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人。郑国神帅却以为我是无法修炼的孩子，出动100万大军围剿皇城，却没想到100万大军被我一剑斩之，吓得各州官员纷纷送来贺礼，请我尽快登基皇位。大秦诸臣拜应上苍，求天赐福，新帝请登天梯，应众生福泽。剑意缓步向着听天梯走去，群臣微微抬头，均都很是好奇，这位谋反称帝的新皇究竟能爬上多少阶，又能让上苍赐予多少福泽。在所有人的期待中，他抬腿迈向第一步台阶，只感觉脚下一滑。我操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在针对我，他一直都在针对我。回去吧，这破梯子咱不爬。无碍，他也只敢针对我，却不敢弄死我。剑意抬起腿，剑气在脚下凝聚，再次向着青铜阶梯迈去。轰隆一声巨响，他脚死死地踩在阶梯上，顿时大地震颤，天空乌云翻滚，轰鸣之声于天宇炸响。身后跪伏在地的王浩暗暗擦了一把冷汗，头埋得低了些，他体内气息在这雷云下隐隐有丝溢出。该死的，为何会这样？天道不允剑意称帝。你不让我称帝，我偏要称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奈我何。第4步落下，他身上冲天气势爆发，有一道金黄龙气从他身后飞出，化作一条巨龙在空中盘旋，朝着他眉心冲来。只要能接住这波龙气洗礼，那他就是帝，反之亦然。若是没有丝毫龙气加身，即便掌控天下亦是枉然。这是神魂的晋升，是跃迁与升华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乌云突然撕开，化作一只滔天巨手抓住了龙尾，想要将金龙扯入天穹。你他丫的，给我放开！这是你欠的。哪里？什么我欠的？借条呢？你倒是把借条拿出来啊！广场之中，一众大臣面面相觑，说好的登梯天道赐福呢？怎么天道也下场来抢气运了？便在众人焦急的目光中，那条金龙生生被拽成了2半，大的一半涌入剑意体内，化作一股玄妙的力量融进了他身体之中。稍小的龙尾则是被卷入天空消散不见，然后在天梯顶部一道金光亮起，缓缓汇聚成2个血红大字。我没有眼花看错了，别的帝皇敕封可都是名号响亮的剑，这还乾大帝又是什么鬼？真等参见还乾大帝。参见还乾大帝。宣音乐皇朝、天圣皇朝、彼岸海及天狼圣殿众使觐见。天狼圣殿赵无极见过还乾大帝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你失踪的这些年，我去过青山，来过皇城，我沿着你走的足迹又走了一遍。于是我确定了一件事，你忘了第6戒和第7戒，现在杀不死我了。很好，全被你猜中了。谁说忘了就杀不死你？我就说你怎么敢来呢？原来是去分身，
建议声音淡淡响起，视线却一直停留在赵无极的身躯上。只见此时这具无头身躯一阵黑雾涌动，一个全新的头颅生长而出，重新长出脑袋的李长生脸上笑意不减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剑一却是凑到了他耳边低声说道：或许我杀不死你，但是有一个人一定可以。乱道山天风落无极，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不受这方天道挟制，你要小心哟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想祸水东引吗？来人，绑了抬下去，送到御花园，我以后练蹴鞠。我操！别弄坏了啊，这可是个好东西。看着笑嘻嘻的剑一，其他国家的使臣纷纷驻足原地，瑟瑟发抖。这大秦新皇果然如传言那般暴虐无度，实在是太吓人了些。这该死的破玩意，不仅不给自己封赏，还针对自己，这让我顶着还钱大帝的名号，以后出去怎么见人？今天我就拆了这破石梯。陛下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要是毁了天梯，天道会降下责罚的。陛下，天道意志不可违，莫要与之对抗啊！不可违逆吗？若是他让你死呢？天道让你死，你会不会死我不知道，但若本帝让你死，你怕是立刻人头落地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我今天就斩了这石梯，我看天道又能奈我何？公子，皇城里的众多店铺的灵药都在这里了。哦，这便是家里新收的侍女吗？长得倒是俊俏。公子，家里有贵客来了，你也不给我说一声，我也好准备些茶点。这小妖精是高手，绝对的高手。便在这气氛越发焦灼之时，身后月瑶则是提着一只生无可恋的蛤蟆跑了过来，他径直越过两人，冲上去就抱住了剑一的手臂。师兄，带我出去玩好不好？城里来了好多人，好热闹的。师妹啊，那城里有什么好玩的？师兄带你去踢皮球，能自动上球的那种的。你再如何争，人家心里只有小师妹，你也只是个外人。小妖精，你有本事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你也只是个外人，外人。老娘这暴脾气是一点也忍不了，我要撕烂你的嘴。嘿嘿，我去！哎呦我去！用一人炼丹可抵3年苦修，吞一生魂可续10年阳寿，炼一成血煞便可超凡入圣。你难道不渴望成仙超脱吗？不渴望。不，你渴望？不渴望。你虚伪，你阻止不了人性的贪婪。封魔山的传承终将会在中原。感受到了吗？完全不同的规则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可不许给别人说。俺们万道山的洛无极是穿越者。师兄，啥是穿越者？我也不知道呀。洛无极说梦话自己讲出来了。对了，莫要外传，至少不能让洛无极知道消息是我传出去。快说，为什么洛师兄说梦话？师兄你会听的。你们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不行，我要去告诉红柳姐。阿伟，师妹啊，你是不是把关注的点搞错了？与此同时，北原封魔山一处洞府之中，正在闭关的赵无极本体猛然睁开眼睛，他皱眉看向青山方向。洛无极嘛，这个名字让我感受到了极致的危险。蛤蟆，你在门口守着，我与红柳姐有要事商谈，我要放任何人进来。月瑶怎么了？红柳姐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这小丫头心思单纯，能有什么秘密？我师兄与天风的无极师兄很可能已经，他们是穿越者。什么是穿越者？红柳姐，你仔细品穿越者这3个字，我师兄连无极师兄晚上说什么梦话都一清二楚呢。月瑶啊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？红柳姐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哈。我去找道义前辈商讨一下如何挽救师兄。完蛋了，这青山怕是也要乱起来了。御花园凉亭里，剑一看着丹炉里冒着阴冷煞气的丹药，陷入沉思。便在这时，他看到远处有道剑光自城外而来，剑上的人影身穿红色长裙，双手叉腰，满脸怒气。我滴个亲娘，他是怎么逃出来？怎么会回来的这么快？王景轩御剑停落在乾坤殿前，他微微皱眉看向附近站岗的禁卫军，
感觉到了气氛有些不对。这些军士看到是王景轩，连忙转过视线，假装没有看到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秦皇帝回来了，能怎么办？我们打又打不过，反正现在是他娘俩的事，我们只是例行站岗而已。一群没有规矩的东西！王修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操！哎呦，先皇您可算是回来了。什么先皇？我离开这段时间，王修造反了吗？先皇陛下，并非王修造反，而是您的儿子回来即位了。老娘还没死，他就跳出来继位了，真是反了天了。可否等我炼完这炉丹药再动手？你这样迟早把自己玩死。我已经死了。其实我很好奇，你既然不喜我，为何又要把我生下来？这是我唯一想不通的。若是想通了，杀你便不会再有任何犹豫了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逢青山斩北人，却没想到，为了大秦的皇位，我的亲生母亲竟与我骨肉相残。其实我很好奇，你既然不喜我，为何又要让我随你姓王？这是我唯一想不通的。若是想通了，杀你便不会再有任何犹豫了。姓王姓李，无己随缘。我明白了，女帝阁下，请出剑吧。王景轩将插在地上的陈剑拿出，一步踏出，飞天而起。一道流光随着他身影冲入云霄，冷艳光芒如同天坠刺破了远程。只见那光柱下方一道红雾缠绕光柱而上，天穹中一道树叶陡然睁开。你竟敢以身似恶鬼当猪！身似恶鬼，我本身就是恶鬼。等星云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王景轩惊惧，他第一次发现了剑一是如此的棘手，他的手段在对方面前如同萤火飘摇，而且从红雾腾而来之后，他就失去了对方身影，战斗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。不行，如此下去，我必败无疑。围攻众武，众星之神，听我敕令归位。王景轩还没念完，便感觉后颈被一只冰冷手掌握住，极致冰寒向着体内冻结而来，一道如同恶鬼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：剑二，血煞。他体内鲜血像是受到了指引，在体内化成无数剑气流转，其所过之处经脉尽数破碎，无数血红剑气刺破皮肤涌出。你很强，可你施法太慢了。剑一抓住他后颈，继续向下按去，两道身影快速从天际坠落，轰隆一声巨响。王景轩身躯被一掌按在大地上，巨大的冲击力崩碎了层层土地，后者躺在大地上一动不动，已然陷入了昏迷。先皇陛下，你既已入道，该进长生陵养老了，儿臣心软，也只能如此。幽州一处山谷，在这山谷最中心有一笔直石柱，此时石柱半腰上正有一个身影在往上艰难攀爬。该死的，为什么要来这里签到？狗系统，你是不是故意搞我？这鬼地方竟然还有净空阵法，真是见了鬼了。上面的可是问道山落无极。敢问诸位找洛洛何事？下方黑衣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是洛无极没错了。一群人确定目标后，当即开始爬山。这里净空倒是不用担心洛无极逃跑了。听闻这家伙总是喜欢往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跑，而今看来果然没错。诸位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若是穿越者洛无极的话，那就没误会。听到穿越者三个字，靠在石柱上的洛无极脑袋嗡的一声便宕机了，直到数秒后才反应过来身份暴露了。该死的灭口，一定要灭口！无极感谢血圣出手相助，你请我出手，就为杀一个摘星初期。血圣大人，我已查出这厮隐藏了修为，其至少入道中期，武灵近30左右，竟然一直入道，如此天骄，要是能收作禁卵。道义前辈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，天风洛无极师兄是穿越者。你听谁说的？无极师兄自己说漏嘴的。你都给哪些人说过这事？首先是红柳姐，还有蛤蟆精，还有来皇城做任务的张真源师兄，还有桂花楼老板娘，还有……完了，不知不觉中竟然告诉了那么多人。原来无极师兄是穿越者，我的天女大人，怪不得我打不过他。月瑶和道一僵硬的扭过头来，
不知何时赵灵儿竟是站在了两人身边，这下才叫彻底完了。青山谁人不知道赵灵儿是个大嘴巴，根本守不住秘密的。放心，我会保守秘密的。今天本天女什么也没听到。还好现在师兄不在皇城，还可以将这事想办法诬陷给那小妖精，就说是自己不小心告诉他，然后被他传出去的。所以现在得将这事告诉小妖精。道义师伯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一剑能从青山斩北人。母亲大人却以为我是无法修炼的孩子，打算用武力逼我废我。然而令母亲大人没想到的是，我仅仅只出了一招，就把他揍得倒头就睡。放开本帝，否则待本帝天兵下界，定然让你追悔莫及。哼，你嗅到了吗？与天师谷地同源的气息。长生林里的圣人究竟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这里会化成禁区？天师谷地镇压的是一个未知生灵的胃，而五脏之中，肝属木。长生林这群圣人似乎从某处找到了那只生灵的肝脏，亦或是他们之所以要隐士在这里，便是因为这个。而现在，他们似乎玩脱了，让其力量泄露了出来。放本帝离开，我不要进去这鬼地方。母亲大人，你要听话，这是禁修，等儿臣北伐成功，便将你接出来。这里面有些黑，你看不见路的时候就用它。母亲大人，一路走好。大秦新皇见过圣人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长生林不欢迎你。五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本帝现在是大秦的皇，哪里不可去？说，你们究竟在长生林里搞些什么？你离我远点。本圣近日时常感觉无聊难耐，不想与你动手，将本圣圣骨还我们一笔勾销。银月，你是不是在长生林里被其他圣人孤立了？他们霸凌你，让你每日守在外围。庶子休要胡说，只不过近期轮到本圣值守而已。看到对方闪躲的眼神，剑一越发确定长生林圣人分家了。想到这里，剑一心情大好，缓步往外走去。将我的圣骨还我，否则你要干嘛？否则老夫就会很头疼。还以为你能说出什么威胁的话，憋了半天就这么一句，我都贴到你脸上开大了，你都不敢动手。你告诉我你是圣人。你听说了吗？万道山天风落无极是穿越者。啥是穿越者？不知道，总之很厉害。听闻他们出生起必有特别的手段，能快速提升实力。你听谁说的？当然是千许仙子说的了，我们都是从他那儿听来了，与月瑶仙子无关。这栽赃陷害的痕迹实在是太明显了。去，来。师兄，我知道错了。跟我去红柳那。这是怎么了？红柳，还需拜托你教导月瑶一番。这小丫头在山里待久了，使用计谋太过粗糙，以后被别人欺负了怎么办？你多教她些手段。下次再骗我的时候，我不希望你再露出马脚。师兄，小瑶，师兄没有灵根，存在不知几时，人躯尚有寿命，鬼体却是未知。师兄只能活在当下，你却不同，你将来要面对可是诸天万劫。该死的季千雪，竟敢泄露本帝的秘密！师兄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小妖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构陷小妖精失败了。道义前辈，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将我师父灌醉的？前辈，你是不知道，我曾给我师父下过10斤醉仙散，他也是挺过来了呀。醉仙散没用，我便又换成了闷倒驴，不是酒啊，是同个牌子的迷药。哎呦，那次本天女可是老惨的，我扒她衣服的时候，她刚好醒来，她封印了本天女修为，将我挂在悬崖上吹了3天冷风。这女娃不对劲，怎么越说越不对劲？那个是指咱们是不是该想想办法把你师父唤醒？前辈，我师父一生都在苦修，难得能安心睡上一觉，还是莫要打扰他的好。8块腹肌，师父徒儿来疼爱你了。哎呦，师侄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前辈，我师父如今昏睡，还需些外界刺激才能醒来，你且看我操作。
师侄女，你这不至于呀，连皮鞭都整出来了。前辈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老头，我也不想管呀，可你师傅是我灌醉的呀，我这属于从犯。本天女大人调教我师傅，也是啥从犯，要不你也一起来。道一此时脸都黑了，见到道一疯狂摆手，赵灵儿冷哼了一声，再次将恶魔之手向着李逍遥探去，却是对方体内突然一道剑气飞出，将他的手掌弹开了。还敢反抗，你越是反抗，本天女就越是兴奋。操！该死的，是谁耽误本天女办事？剑锋剑一，大秦新帝，咋的？你还要吃豆他？回青山，回青山！哎呦，现在这年轻人，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自身为剑，练习至纯剑意。每天不是看蚂蚁，就是盯着树叶发呆。久而久之，我便成为了宗门之中的异类，所有人都对我避而远之。师妹，在下想询问一下霍香师叔的住处。又是来求亲的，咱就说霍师叔没受伤之前，个个都惧怕的很，而今受了伤，反倒成香饽饽了。他们有说给多少彩礼？这位师兄，那你打算给多少？10块零食。去，瞎凑什么热闹？10块零食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？看着愤怒离去的女修，剑一呸了一声，也就是霍香师叔，要是换了赵灵儿，倒贴零食他还不要呢。师叔在家吗？是我呀，剑一。滚进来。师叔，这是我给你炼制的丹药，你趁热吃了吧。好了，让我看看你炼制了个啥玩意。霍香抬头看去，便见那粒丹药通体血红，在其上还冒着缕缕黑气，黑气之中隐隐能看到有烟雾形成的狰狞骷髅。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粒丹药怕是能毒死半圣，秒杀入道。你确定给我吃这玩意？师叔，这是师侄的一片心意，你放心，我自己吃过，没事。你别看他样子丑了些，他可是疗伤宝药呀。无所谓了，爱咋的咋的吧。丹药刚吃下，他眉头就皱了起来，体内无数阴魂血煞爆发，浓厚气血涌入他神魂之中，修复着他本源。他微微眯眼，他看向剑一，你这是魔修手段。若是别人用这种手段，霍香还能理解，毕竟世人为了长生，什么事做不出来。可霍香知道，剑一最恨魔修，甚至一生都在图谋灭绝北元，断其道统，而今却是动用了魔修手段。剑一，回答我。师叔，我没有灵气，也许这辈子都炼不出6品封天丹，只要能救你，我管他什么手段。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师叔放心，所有罪我一人来背。滚！我说过你不欠我什么。我偏不滚，我就要慢慢的走，你能拿我咋的？身后霍香看着那个穿着白衣的背影，白衣缝隙中还有怎么也掩饰不了正在往外渗透的红雾，他眼眶略微泛红。混账小子，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便在这时，刚走到院门外的剑一抬头向天空看去，只见无数阴云正在向着山巅汇聚，道道剑气于山峰冲上，雨水倾茶而下于天际滴落，一股浓稠的酒香味扑鼻而来。这些雨水在天上时还是水，落到地上变成了酒。这是李逍遥再次以酒剑入道。这世上天才可真多，为何就不能多我一？